万岁身子几乎瞬间失去所有力气，瘫软在原地，眼里呆呆地望向天眼大屏上的画面。他做到了，只是他走出参谋阁，踩在废墟大门上，望向参谋阁外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一个个人。他待在原地站了许久，但却无一人开口责备他。许久后，他有些恍惚地退下身上繁玉长袍，从怀里掏出阁主的身份令牌，轻轻放在门口废墟上，独自一人朝远处走去，消失在人群视线中。繁玉赢了。在巨大鬼屋死去的那一刻，陈凡便解除了封印，通过传送阵回到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的画面，没有过多停留，脸上没有太多波澜，轻声道：“小邱，率后勤阁成员即刻前往这座漆黑大陆和其余几座企业人大陆，快速清点收获，以鬼石为主，先带一批鬼石回来。”第二日，战争正式结束了，再无新敌出现，原本被撤至天外天的百姓也重新回到了永业大陆。通过先锋柱，樊玉快速收集了近3000亿枚鬼石，这仅仅只是一部分，他们收集的有些仓促，需要先收集一部分鬼石，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敌。崎岖岛上，陈凡带着一众人站在这座有些孤零零的岛屿上，面色沉默着，久久不语，眼帘低垂，望向自己的脚尖，还是太弱了。如果他能再强一点，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如果他储备的资源能再多一点，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樊玉还是不够强。永业新历04年1月18日，樊玉战阁阁主齐越率战阁全员73842人为先锋，其中63000余人战死，后勤阁3712人战死，正阁27人战死，商阁70-80人战死，大余公羊1月战死。次日，永业新历04年1月19日，樊玉对外宣布战争结束，樊玉战胜。崎岖岛上很安静，只有后勤阁成员在不断挖出一个个墓坑，将一双双残缺的双腿埋进去。原本樊玉只有一个阁主之墓，樊玉战阁阁主周末之墓，如今又多了一座樊玉战阁2代阁主齐越之墓。战争结束了，樊玉赢了，樊玉拿下了一场近乎不可能的战争，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捧土盖在最后一个墓穴上时，所有人下意识抬头望向陈凡。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缓缓道：“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回来后，樊玉不再需要他们以命相搏。”他没有再说下去。绝侯站在身后，手里那本阵亡名录已经被翻得卷边，他没有念名字，只是捧着，像捧着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呼！陈凡站在导弹储备基地入口处，深吸了一口气后，他其实有些难过，但他需要振作起来，生活还需继续。总有一日，齐越战阁63000余人，本次战役中全部战死的樊玉成员都会归来。他不希望那时候的樊玉还需要有人以命相搏。片刻后，陈凡一个人默默回到了住所。一旁的望奎汇报完鬼石收集情况后，从怀里掏出2个东西放在桌子上。这2件东西是在那个巨大鬼屋身旁的扣扣带回来的。扣扣看起来好像有些情绪不好，微微正陪着扣扣。还有，这是大鱼进传送阵之前留下的一封书信。陈凡接过信，信很简短：狱主留给我的时间没多少了，我和公羊1月都不想在自己失去自理能力时被人像小孩一样照顾，我们想要体面一点，感谢狱主这些年的照顾，希望樊玉能赢，希望狱主你也要天天开心。大鱼亲笔。还有，王奎有些迟疑道：参谋阁阁主万岁留下了一封信，说自己要辞官回家养老，连同自己的身份令牌一起放在了参谋阁的门口的废墟上，我们定位不到他的踪迹，要让护阁找一下他吗？不找了。陈凡摇了摇头，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明白万岁此次战役中所做的那个决定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那是从理性层面考虑近乎绝对正确的计划，哪怕是他来，他不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坚决执行这个计划。万岁的执行力很强，但如果不够冷血的话，战后所遭受的反噬是极强的，没有人能承受得住这种心理压力。他在最后一场战役中缺席了，那个巨大鬼屋只是隔空看了他一眼，他便被彻底封印，无法动弹。他甚至都不清楚这是什么手段。原地休整1年，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1年后前往战争泥潭。樊玉现在没办法进入战争泥潭，至少也得将漆黑大陆上的黑渊全部开采完毕。夜深人静，崎岖岛，公羊月独自一人端着饭盒来到崎岖岛，站在齐越的墓前。那前几日还活生生的人，今日全变成了一个墓碑，眼里泛泪，蹲下身子轻抚着墓碑上的齐越2字。陈凡站在暗处，没有上前。他今夜也来了，没有任何人陪同，他来安放天运。他知道这个东西没用，但张太平是唯一一个复活的，或许也有点用，至少买个安慰。他有点不想给战阁设立阁主了，他觉得战阁阁主这个位置可能有点不吉利。公羊月没待多久，将手里的饭盒放下后，便转身离去了。陈凡正准备现身，然而下一刻，刺啦！鬼火笼罩的夜色下，一道惨白的手臂从地底中刺出，紧接着便看见披头散发、有些狼狈的周末从地底爬出，一眼便看见了自己墓前还冒着热气的饭盒，有些迫不及待地冲到饭盒前，盘膝坐在地面上，揭开饭盒，用力吸了一口气，满足的咧嘴笑了起来，当即开始大口狼吐虎咽着，与此同时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也不知道死了多久，怎么还有人记得我？这上坟的饭菜还是热乎的，就是这饭盒摆的位置有点偏，怎么在斜对面呢？没摆正啊！周末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下意识地回头，但在看见身后墓碑上的字后，身子突然僵在原地。樊玉战阁2代阁主齐越之墓，齐越死了。他听见身后传来声音，迅速转身望去，只见狱主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急忙起身，语气中带着一丝茫然：狱主是。陈凡并未回话，只是望向许久未见的周末，半晌后才重重拍在周末的肩膀上，久违地流露出笑容：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去我慢慢跟你说。你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还
还有那份饭别吃了，那是公羊月给他夫君齐月的，你别给吃完了，给齐月留几口。他不仅仅是为周末回来而高兴，他更是为齐月等一众本次战死繁育成员日后都有可能回来而高兴。这意味着，只要他努力发展繁育，总有一日死去的人都会回来，大家相聚在繁育，那时候的繁育一定会很强大，再无外敌之扰。如果说他一开始创办繁育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在永夜能活下去，那现在繁育对于他来讲有了更多的意义。他要让跟着他的人总有一日都能再次在永夜大陆上相聚。战阁初代阁主周末回归，陈凡只觉得这几日的郁气一扫而空，整个人神清气爽了许多。他再次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哪怕现在有些曲折，但总会好起来的。永夜新历1月25日，距离繁育战争结束已经过去7日了，战后重建工作正在水深火热的进行着。而在永夜大陆某个不起眼的村落中，一个昔日繁育核心成员此时正两耳不闻窗外似的低头在田地里忙碌着，不是别人，正是万岁。万岁蹲在田埂上，用手把土块一块一块捏碎，土是生土，刚从荒地里开出来，捏碎了里面还是硬的。他把碎土摊在掌心，凑近闻了闻，又放下来，继续捏下一块。他其实不会种地，他没种过地。在加入繁育之前，在永夜店也负责参谋仪式，这块地是他拿手里最后一点积蓄买的。一开始他有点不习惯，但这几日下来也慢慢习惯了。每天做完农活后，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他会想起一些事情，想起参谋阁，想起天眼大屏上那些猩红的光束，想起齐月斩断自己双腿时那一声很轻的闷响，想起传送阵每亮一次就意味着一个人抵达了那片漆黑的大陆，想起那一个个名字，赵山河、张二、李青，他每天都会把那些名字在心里过一遍，像念经，像数豆子，像翻来覆去的捏同一块土，如同他种地那样。数完之后天就彻底黑了，他起身回屋，躺在硬板床上闭眼等天亮。这7日日复一日，他都是这样过来的。第7日，繁育日报详细对外报道了这场战争，无数百姓在看完繁育日报后都面色沉默地望向西面，那是西荒岛无名山凡城的方向，是漆黑大陆的方向。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明明已经开始大撤离，又突然宣告胜利了。不是命运眷顾他们，也不是老天在怜悯他们，而是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大批人义无反顾的赴死，为他们争取来了一线生机。无名山江北防线上，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骑着骷髅马，在城墙上漫步着，并低头望向手里的问天灵。天运真的不能增加在崎岖岛复活的几率吗？目前崎岖岛只复活了2人，张太平和周末，而这2人都是死后服用了天运的。或许是巧合，但他总觉得不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吧。毕竟人死后服用天运后，实体表面漂浮着金黄光点，这种异象是做不了假的。不能。问天灵回答的极其简单，近乎没有丝毫停留，仿佛在告诉他，确实是巧合一般。7日前，那批鬼族是什么来头？那个可隔空封印我的鬼物是什么？吃一堑长一智，总不能吃一堑再吃一堑。他这次既然中招了，就必须找到应对之法。面对下次依旧中招，为远古战死鬼物，永夜降临时第一批鬼物，实力强大，经过特殊手段重新复活并降临在这片海域开始苏醒。那头可隔空封印的鬼物名为蔽天鬼，其特殊手段为在感受到自己被监视，便可顺着视线回缩短暂封印这座大陆势力之主或鬼族之首，前提是对方的修为等级低于自己，持续3日。这3日内被封印的目标将会失去身体全部掌控权，当蔽天鬼身死或超出时间限制，则封印自主解除。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轻点了下头。蔽天鬼他第一次听见这种鬼物名字，这方天地间他没见过的鬼物还有很多，而这手段确实有些诡异。目前来看，唯一的应对手段好像就是尽快将自己修为提起来。片刻后，他低头望向手里的2个东西，一个珠子和一个令牌，面板都一样，且极其简单，只有一行字：开荒至宝，鉴定中，进度99%。这还是第一次遇见无法直接鉴定的异宝，需要等这么久。就在这时，100%进度条突然拉满了，而他手上的2个异宝突然不受控制缓缓飞在空中，自转着散发着阵阵猩红光芒。紧接着，面前浮现出一则面板，为远古鬼物出没，其所遗之宝方为开荒之宝，其所坠之石乃名开荒鬼石。依旧不是异宝信息，而是一句话。陈凡深吸了一口气，眼里的期待更浓了。只有远古鬼物第一次死亡才会掉落开荒之宝吗？这个开荒之宝的名头听起来就不弱，那是远古时期黑暗能量最浓郁的时候，肯定不是凡物。面板上的字迹如笔墨入水般渐渐晕染开来，并浮现出新的面板。异宝名称：蔽天鬼的独眼。异宝品级：红色，开荒之宝。异宝效果：可融入建筑或异宝，融入不同建筑和异宝，可为该建筑赋予不同效果。目前所属势力可融入建筑为下：1. 天眼鬼道炮，利用率70%，效果大幅增强其威力。2. 天眼之眼，利用率96%，效果可拥有蔽天鬼的能力，将任意一座位于天眼之眼监视范围内的种族或大陆的掌权人封印3日，1日内只能使用1次。3. 是神长矛，利用率67%，效果可将是神长矛提升至红色品级。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红色品级的开荒之宝比他想象的要强，尤其是若是直接装在天眼之眼上，樊玉便可直接拥有蔽天鬼的能力。以后和哪座大陆开战的时候，直接一发封印砸下去，大陆之主都被他封住了，那胜率不是飙升，而且利用率也是最高的，足足有96%。这意味着蔽天鬼的独眼这个开荒之宝和天眼之眼也是最适配的，只有4%会浪费。只是他有些微微迟疑的望向第3个方案，是神长矛，其他几个方案都是建筑，只有一个是异宝，那便是神长矛，而这个
异宝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碧天鬼的独眼所融合的异宝，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是神长矛？肯定有特殊之处。陈凡深吸了一口气，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和天眼之眼融合，就是100%的预期，对凡玉的提升肯定是大增的。和是神长矛融合，那就是赌一手，谁也不知道会融合出来什么东西，说不定就仅仅只是一个红色品级的长矛呢，又或许是有其他厉害之处。稳一手还是搏一手呢？算了，稳一手吧。良久之后，陈凡轻叹了口气，毕竟利用率只有67%，就算能融合也是有些浪费。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选择，只是现在心里做了决定，才望向第二个开荒之宝。毕竟万一2个开荒之宝可以彼此融呢，那不是更屌？在看见第二个异宝面板的时候，他突然僵在原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看见这个异宝的名字是什么，就看见了一行字：是神长矛，利用率100%，效果可将是神长矛提升至红色品级，100%。陈凡眼里满是茫然。等等，永夜大陆不会真有至宝吧？难道这个是神长矛就是永夜大陆上的至宝？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一开始是神长矛只是一个白色品级的异宝，除了是神长矛，他再没见过哪个白色品级的异宝拥有这么狂的名字。是神？不对。陈凡摇了摇头，他也有些搞懵了。是神长矛不是鬼王的专物，当时在雨季里给了秋葵，然后为了防止引来觊觎，特意用心血为其蒙尘的吗？不管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永夜大陆的至宝，暂且另说。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东西比他想象的要更有价值。有了这2样东西，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有2张方案。第一个方案，鬼眼融合天眼之眼，利爪融合是神长矛。第二个方案就有点疯狂了，鬼眼加利爪全部融合给是神长矛，赌一手位置。思考片刻后，陈凡心中有了决定，他将手里的碧天鬼的独眼举起。下一刻，凡于万里高空处的一座天眼之眼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道极其细小且微弱的光柱从天而降，精准击碎了他手里的碧天鬼的独眼，但并未伤他一毫。融合成功，至此凡玉也有了碧天鬼的那个手段。同一时间，绝猴从远处一溜烟的跑来。少爷，你叫我？陈凡偏头望向绝猴，是神之矛给我。他接过是神长矛后也没多停留，将手里的令牌状的碧天鬼的利爪砸了上去，令牌碎裂，微弱白光绽放，矛身还是漆黑如墨，和从前没有任何区别。数息后，矛身上开始浮现出细密的纹路，漆黑的矛身开始从尖端褪色，颜色开始发生变化，变成金红色。两炷香后，整根长矛通体流淌着金红色的光泽，矛身上缓缓浮现出大量纹路，给人一种原本就长在矛身里面的感觉。陈凡下意识伸手握住这个悬浮在空中的是神长矛，不热不冷，微微发麻的感觉，像是被电了一样。而面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宝名称是神长矛，异宝品级红色，异宝效果可对鬼物会造成不俗伤害，大小如意。以此武器释放出来的武技鬼技将获得10成威力增幅。已融合开荒至宝碧天鬼的利爪，利用率达100%，解除其已蒙尘状态，可将其投掷而出，威力相当于所属势力最高上限等级的天眼轨道炮全力一击，且可收回，单日可使用1次，并为该势力施加领地 buff， 部署在该领地区域内的所有城防建筑。天眼轨道炮、通天柱、防空炮等威力小幅提升。陈凡眼睛微眯，这个是神长矛来头确实不一般。一个开荒至宝仅仅让其解除了一个蒙尘状态，2个砸下去也只是解除2个蒙尘状态。不对，只有100%利用率的才能解除一个蒙尘状态。那个独眼砸下去就纯浪费了，一点用都没有。幸好没有2个都砸下去，而这个是神长矛只有在解除所有蒙尘状态后才能拥有其真正威力。可惜已经追溯不到其源头了。这个是神长矛最早是在江北荒原雨季那个鬼王手里的。想要知道那个异宝从哪来的，就只能问这个鬼王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等等，陈凡面色微微古怪起来，也不知道95是不是能复活所有鬼物。要是可以的话，或许可以给这个鬼王复活，然后问问对方是神长矛是从哪来的。下一刻，被他握在手里的是神长矛，飘荡在瘸猴身旁，悬浮在空中，显然对瘸猴更为亲近一点。少爷，这没事，你拿着吧。陈凡摇了摇头，没多说什么。又是7日后，陈凡站在独眼大陆上，掐时间算算，95差不多也快回来了。他望向远处海面，呢喃着：95被困在战争泥潭里，首次进入需要待满1月才能回归，如今已经过了20天左右了，还有10天左右就能回来了。他每天都会和95通信，95那边一切安全。他和95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樊玉战胜，不过他并未告知95鬼皇向阳战死这件事，等回来后再说吧。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他偏头望向魏魏，魏魏庞大的身躯此时正瘫在岸边，气喘吁吁的大喘着气，但粗壮的尾巴还是如往常一样在地面拍打着，眼里满是邀功之意。狱主挖通了，王奎也从不远处的深坑里钻出来了。微微喘气汇报道，已经布好传送阵，随时可以前往。干得好！陈凡摸了摸魏魏的脑袋，轻笑起来。根据几日前那先生提供的信息，在漆黑大陆上，碧天鬼给自己留下的这批可东山再起的资源，但这个资源的坐标确实足够隐蔽。不过，通过魏魏和一众人的努力，这个不知多久之前被碧天鬼埋在海底深处的资源坐标即将重见天日。在王奎等人的陪同下，陈凡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被魏魏挖通的海底7000多米的位置。在一个甬道内走了一段时间后，陈凡停下了脚步，瘸猴等人也全都停了下来，身子近乎是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震撼和骇然地望向眼前这一幕。只见正前方，入眼所见，一个巨大的山洞，而在山洞中央是鬼石，一座座山
山，鬼石堆成的山。最要命的是，这里的鬼石颜色不一，但均是高等级鬼石。王奎望向眼前这一幕，喉间微微滚动，眼里满是骇然。这得多少枚鬼石啊？感觉至少得有5000亿枚鬼石了吧？他这个估算极其不准确，这里的鬼石等级不一，具体多少还得等入库后才能知晓。身旁瘸猴有些呢喃道：“少爷，幸好那个远古鬼物还没有完全苏醒，否则等他找到这批资源，那我们就彻底没得打了。”陈凡没有回答，而是拄着翡翠手杖，沿着鬼石堆之间的过道朝里走去。事实上，只要苏醒，哪怕不找到这批资源，他们也没得打。他伸手从旁边抽出一枚鬼石，9级，又抽一枚，6级，再抽一枚，还是6级。他把鬼石塞回去，继续往前走。地宫比他想象的要大，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他看见了第二批东西，大量鬼植。天才地宝，只见一眼望去，在空地上，像是前世广场上套娃娃的摊贩一样，近百件天才地宝分开摆放，而在更后方则是大量鬼植种子，像是晒小麦一般。陈凡望向距离他最近的一个天才地宝，异宝名称暗山胎，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一种特殊的天才地宝山胎。若是在黑暗极其浓郁的环境存放过1000年，且未经历剧烈地震、大战等波动，为中途夭折，将会化作暗山胎，能提供更加坚固的稳定性，且范围更广。陈凡怔怔地望向地面上的这个暗山胎。如今梵域几乎大部分海底隧道都是在用数个山骸胎来提供稳定性，而如今他找到了一个加强版的，一个外界几乎不可能获得的天才地宝。先不说黑暗极其浓郁的环境何其难找，光是这个存放1000年，就注定了它的价值。时间价值永远是价值最高的。挺好，陈凡有些笑得拢不上嘴了，喜滋滋地继续望向下一个天才地宝。他并未将这个暗山胎揣进怀里，这里的每个天才地宝都有特殊的储存环境，而黑暗能量为他们模拟了不同的储存环境。仔细望去，便能看见单个摆放在地面上的这些天才地宝，每个天才地宝周围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布满冰霜，有的布满狂风，还有的则是被一个立体水球所包裹。这些需要立刻运输到仓库，然后保存在仓库内。仓库可以为每个天才地宝提供不同存储环境，面板不断弹出。他挨个查看后，并吩咐王奎妥善处置。再往后，陈凡等人继续往后走去，一片空间内，他看见了第3批东西，一排兵器架，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柄柄武器，均是异宝，全是紫色品级的。只是等等，陈凡瞳孔骤缩，在武器架的最末端有一个打造精美的武器架，和其他武器架不同，只有这个武器架是单独摆放一柄武器的，但此时这个武器架是空的。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这很正常，这个一看就是碧天鬼的兵器架，碧天鬼随身携带也很正常。瘸猴，陈凡伸出手，瘸猴瞬间明白，将手里的式神长矛递了过去。他将式神长矛缓缓放在武器架上，咔，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严丝合缝，仿佛这个武器架是为式神长矛量身打造的一般。是瘸猴望向这一幕，眼里满是茫然，有些难以置信的呢喃着：怎么可能？难道这个式神长矛是碧天鬼以前的专武？不对啊，式神长矛如今这副模样，是融了碧天鬼的利爪的，在碧天鬼手里的时候，应该没融合吧？尺寸能一样吗？还不等几人反应过来，阵阵击扩声突然从这个武器架上响起，紧接着大量击扩声从巨大山洞的四面八方响起，仿佛地龙出窍一般，地面都在隐隐颤动。下一刻，原本的山洞末端墙壁突然从中间裂开，并如同大门一般朝两侧缩去，而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山洞。空旷的场地内矗立着数十个巨大的透明圆柱，而每个透明圆柱里都囚禁着一个人类，此时双眼无神望向前方，如同死了一般，但时不时起伏的胸脯证明还是活的。陈凡带着瘸猴几人缓缓走进这个更大的石洞，那一个个巨大的透明圆柱所带来的压迫感是极强的，只要是个人类站在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渺小。事已至此，式神长矛已经确定是碧天鬼的专武了，就算不是专武，也是常用武器，并且还是开启这个真正密室的钥匙。至于这个式神长矛是怎么从这个密室里失窃的，且跑到江北荒原雨季那个鬼王手里，这个就不知道了。他走向第一座透明圆柱前，有字，圆柱下方有一个巨大的石板，石板上面刻着字，人类的文字，记172载，无图一路，手剖其天道而离之，路程而道不语，此天公之手，非凡力可及，无天命为之。陈凡默默望向这行字，172年，这很有可能是永夜降临后的第172年，碧天鬼第一次将一座大陆的天道剥离出来。正常来讲，大陆覆灭，天道便会随之死亡，那先生算是一个例外，而如今他见到了第2个例外，也知道了那个被他杀死的碧天鬼名字，天命，一个足够狂的名字。仅仅只是这么3行字，他便更加觉得这场战斗赢得有些侥幸。倘若让这家伙完全苏醒过来，估计一巴掌就给樊玉拍死了，可能都不用那么费力。就在这时，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响了，是那先生有些急促的声音：陈凡，你在哪？出什么事儿了？我感受不到你气息了。陈凡扫了眼身后，沉默着没有讲话。那先生专门在他身上留了一丝气息，通过这丝气息，能随时感受到他的存在。而此时，这缕气息被隔绝了。片刻后，他才轻声道：就在密室里，你通过传送阵下来一趟吧，有些东西需要你看看。他望向四周，最后在山洞中央看见了一个矗立在地面的牙齿。总天道并未提过这间密室，也并未提过是神长矛是开启这个最深处密室的钥匙。不出意外的话，碧天鬼好像真的有避开天道视线的能力，听起来像是企业人想要的至宝。很快，那先生也通过传送阵下来了。
当他走进这个最深处山洞时，看见那一个个被囚禁在透明圆柱里的数十个人后，身子突然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他感受到了同类的气息，这些被囚禁的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天道，而且看起来明显因囚禁时间过长，意识已被彻底泯灭，一种比植物人更夸张的状态。陈凡并未打扰那先生，只是让其缓一缓。避天鬼储存那么多天道干嘛？瘸猴忍不住开口。目前来看，除了收集，好像什么用都没有。你说对了，陈凡悠悠道，大概率就是单纯收集。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缓缓深入这个山洞，每个圆柱下都有一段话：记189载，吾在途一路，复剖天道而活取之。吾甚雄，这是第2个圆柱的。记200有2载，久逆杀伐，奇爽入骨，心神为之旷矣。陈凡默默地望向这一幕，通过信息可以看见这2座圆柱里囚禁的天道是在哪一年被剥离并囚禁在这里的。这个石洞里空间还很大，足以摆放更多的圆柱。暂不清楚天命是觉得一个密室里放这么多就够了，还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暂时顾不上这里。那先生情况如何？他不了解天道，或者说他肯定不如那先生了解天道，彻底失去了意识。那先生神情有些复杂的沉声道：天道本就无时间概念，曾经担任新大陆天道的时候，我并无实体，也无灵智，只觉得自己一直飘在空中，也不知过去了多久。而正常来讲，天道和大陆是同根，大陆被毁，天道也会被毁。而在大陆未亡之前，天道也不会亡。像这种大陆已亡，但天道却被强行剥离，实属极其罕见，肯定是用了某种秘法。而当天道有了人形后，便像我一样，有了思考，有了情绪，有了时间概念。通过他们的身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了这些东西。而一旦有了时间概念后，被囚禁在某处上万年乃至数万年，便会像现在这般，肉体还在这种液体下有生命特征，但意识早已泯灭。那个名为天命的避天鬼，鼎盛时期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恐怖。陈凡面色平静的轻声道：所以我一直好奇，这种实力的鬼物以前是怎么死的？而且如果远古鬼物都是这种实力的话，人类到底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历史好像断层有些严重，远古鬼物倘若都是这种实力，那破天之日就相当于神庄玩家去新手村欺负小怪，人类竟然还能传承下来，当真是奇迹。他没再说什么，继续走至密室的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茶桌，而摆放在桌面上的一颗牙齿，异宝名称避天鬼的牙齿，异宝品级红色，异宝效果方圆数百米，可屏蔽天道的视察，不被天道察觉。他将这枚猩红的牙齿拿在手中，低头查看着面板。那家伙的牙齿竟然都是一个红色品级的异宝，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鬼物还没死，身上的东西就有异宝信息的，可惜是活着时候留下的，要是死后掉落，怕是就变成开荒之宝了。啪！陈凡猛地拍向脑门，有些无奈。天命尚未苏醒的时候实在太弱了，被天道炮直接湮灭了，尸体都没了。如果能留下尸体的话，那嘴里应该有不少牙齿吧？除了牙齿，身上的其他地方肯定也都是宝贝。就是这个东西屏蔽了天道的感知吗？那先生上前一步，望向陈凡手里那个牙齿，这个牙齿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就在眼前，但要是想对焦上去，又极其困难，只能看见模糊的一个外观。陈凡点了点头，他正在思考这个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会派上用场。很快，他想到了和天命一样的用法。天命在这个密室里留下这个牙齿是不想被大陆总天道察觉，而鬼族也是有自己总天道的。当他日后想要做什么事儿，不被鬼族总天道所察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派上用场了。他又望向内部，茶缸里已经空空如也了，在时间流逝下早已经消散。除此之外，还有一枚令牌。陈凡在茶桌下捡起这令牌看了一眼，眼睛微微眯起，没和瘸猴等人多说，将令牌揣进怀里，走出密室，摆了摆手，让后勤阁人可以来了，鬼石都搬回去，顺便给这里修缮，以后这里也是我们的一个秘密基地了，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拆吗？瘸猴下意识的开口发问道。这密室表面铺设的那层海晶可是好东西，怎么拆？陈凡没好气的。你去拆还是我去拆？拆了后密室就塌了，谁能跑得出去？更何况这个密室明显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拆了浪费了，留下来我们自己用了。至于这个密室的全部击破权限，都在刚才那枚令牌上。除此之外，那枚令牌的名字为天命令，能操控的地方可不仅仅是这里。那家伙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走到时候连门都来不及关，极其重要的天命令也能落在这里，能让天命都感觉危机的危机，那得是多大的危机？原本经过这一战，他就变得更加谨慎了。此时他只觉得自己不够谨慎，必须再谨慎一点。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必须再强大一点。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海面上。自古以来，人类生来对无边际的大海充斥着向往和恐惧，向往越大，恐惧越深，如同那毫无希望的问鼎之路一般。搬运工作开始了，大批后勤阁成员通过传送阵来到这处密室，搬运这个密室里的所有东西，鬼石之类的让扣扣搬运就可以了，但天材地宝这种还是得让后勤阁成员来。传送阵直连繁育无名山内的大型仓储基地，一枚枚鬼石快速入库，仓库拥有自动统计功能，当鬼石入库后便知晓了入库的鬼石具体数量，让清点环节变得轻松不少。而那些天材地宝也在快速入库。与此同时，一根根圆柱也被搬运至无名山后方。后勤阁的人让扣扣吞下圆柱，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把圆柱全部从海底密室转移到无名山后山。圆柱太沉了，每一座都要4个壮汉才能勉强抬动。陈凡站在通天柱平台上，俯瞰着那些圆柱被一座接一座的运进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圆柱内那些失去意识的天道在搬运过程中轻轻晃动着，头发在乳白色的液体中飘散开来，像一簇簇被水浸透的火焰。终于，最后一座圆柱被搬至无名山后方。陈凡也走下通天柱。无名山
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圆柱表面透明的那一层，像是玻璃，又像是黄水晶，内部的液体他询问了问天灵，是10级鬼石所融化后的液体。想要装满这个一个圆柱，需消耗100亿枚鬼石，造价着实不菲。37个圆柱，共计3700亿枚鬼石。如今圆柱里的鬼石液体并未消耗太多，仅只是维持生命体质，消耗的速度很慢很慢。按照如今的消耗速度，至少得数10万年后才能将圆柱里的鬼石液体消耗至无法维持生命体质的状态。要敲碎吗？站在陈凡身后的那先生开口问道。若是给这个圆柱敲碎的话，流淌出来的液体会重新形成鬼石。当然，毕竟使用了数万年，再加上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挥发损耗，最后大概能形成200枚10级鬼石吧。王奎在一旁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原本樊玉的库存已经空了，虽然战后搞到了点鬼石，但狱主下令优先给好猫大陆等在本次战役中支援的大陆还款。最后统计下来后，就只剩下为178亿枚鬼石了。虽然还有17座黑渊在开采，预计能开采出1.7万亿枚鬼石，但毕竟只是未来预期，还在开采过程中，短时间内难以兑现。这么点鬼石储备，他身为天苍阁的阁主，自然是心不安。王奎、陈凡沉默了片刻后，没回答那先生的问题，只是望向王奎，平静道：“天才地宝和鬼植种子呢？”禀狱主。王奎面色一正，急忙开口汇报道：“按山胎，按地脉根。”按压浪石那几件至宝已经专门存放在战略储备库，按守夜兰的种子共400余粒等鬼之种子移交给白骨阁了。陈凡轻点头，按地脉根取出来给我拿来，这种东西不用储备，有就用了。王奎点头退下。那先生有些沉不住气的继续开口发问道：“陈凡，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陈凡望向面前这座临时仓库，用石砖堆砌起来的37座透明圆柱整齐的排列在仓库中央，那些被囚禁的天道安静的悬浮在乳白色的液体里，睁着眼睛，双目无神。你有什么想法？没有。那先生摇了摇头，先是停顿了半晌后，随后才复杂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以前没见过这么多天道，巧了不是？”陈凡轻叹了一口气，我以前也没见过。这些天道此时已经处于意识死亡状态了。其实，那先生突然有些迟疑，我其实有试过，看看他们还能不能醒过来。结论呢？醒不过来了。那先生把手掌贴在圆柱表面上，摇了摇头。我刚才深层次感知过了，他们的意识不是睡着了，不是陷入沉睡，而是被时间彻底磨没了。但如果真的醒来，对我们来讲或许不是一件好事。那先生把手收了回来。陈凡沉默了许久后，突然轻声道：“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说你以前担任新大陆天道的时候，你的感知可以覆盖整个大陆，可以一种天道的视角俯瞰整个大陆，但是没有感情，没有思维，只能按既定程序行事，对吗？”是。那先生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这是什么手段？手段？那先生眉头不由皱紧。这不算是什么手段，算是本能吧，就像人类呼吸一样，人类也不会刻意去呼吸，自然而然就呼吸了。是这样。陈凡轻点了头。我便是在想这个本能其实是一种很厉害的手段。人类不幸成为植物人后，呼吸也会正常运转，那是生命逻辑的最基本的本能。所以这些天道，他们的本能还在吗？他望向其中一个圆柱，这个圆柱里的男人瞳孔是通体银白色，和营养液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双手虚按在空中。那先生微微愣在原地，他从未想过这件事情，下意识着应该还在吧。这个只要是个天道，就肯定会有的，但有什么用呢？有用多了。陈凡轻声道：“樊玉目前的所有建筑，基本需要人力去操控，要不他去操控，要不下面的人去操控。目前樊玉唯一一个自动化的体系，便是全自动防空体系，但他想要更多。如果事情能按照他想象的发展，那妖樊玉相当于拥有了37个超级计算机，可以让很多事情全自动化，并且能完美克制避天鬼的手段。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想，如果还有人对他用封印这种手段，他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想到了，假设他可以提前设好程序，这样哪怕他被困，程序也可正常执行，不被任何情绪干扰，不被任何外界所影响的执行他的命令。而这些事情由没有意识的天道来完成最好不过。那先生，陈凡转过身望向那先生，你曾经是新大陆的天道，没有实体，没有智慧，但你依然能感知新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鬼火的分布，建筑的运转，灵气的流向，那不是靠意识完成的，是天道的本能。就像人睡着了，心脏还在跳，肺还在呼吸，而你的这些权限是总天道赐给你的。如果我们给这些天道赐予更高的权限呢？允许他们使用部分建筑，并设定一条指令，比如在樊玉全体高层都身亡的同时，启动自毁程序，消耗所有鬼石，批量生成通天柱，进行无差别最后打击。天道既然可以被植入指令，那就可以被植入更复杂的指令吧？是。那先生此时已经有些彻底茫然了。谁植入呢？给天道植入指令这件事，只有总天道能做啊。那先生有些难以置信地从原地蹦了起来，原地退后数米，忍不住声音拔高。我只是一个大陆的天道，不是什么总天道啊！我真没这手段的。试一试。陈凡轻点了下头。以前你或许没有，但如今的你在天道中是个异类，有自己的实体，有自己的智慧，说不定就可以做到呢。就算我可以做到，但总天道也肯定不会允许的。话音未落，他看见了摆放在临时仓库中央的那个避天鬼的牙齿，声音戛然而止，陷入沉默。许久之后，那先生才有些沙哑道：“陈凡，你不信任总天道，和是否信任无关。”陈凡轻摇了下头。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总天道并不在意梵域是否灭亡，他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原始大陆的重建。但我在意梵域的灭亡，永夜大陆的10数亿人在意梵域的生死存亡。我只知道这件事如果能成，会极大加速梵域的发展。倘若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万岁没有站出来，那梵域没了也就没了，总天道不会有任何反应，更不会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梵域的未来只能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先生，总天道是你的上司，但你的根在永夜大陆，梵域亡了，你也亡了。那先生沉默了很久，我试试，但我需要你先给我权限，给我操控某个建筑的权限，然后我才能尝试将这个权限和指令下达给这个天道。你先想一个简单的指令。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指向不远处的一座仓库。这座仓库里面如今是空的，没有1枚鬼石，你就下达一个，当这座仓库鬼石少于1亿枚的时候，自动补充至1亿枚，拥有操控巨鬼乘坐梵域高铁权限，开启仓库权限，且不能从战略储备仓库提走鬼石，只能从无名山内部的仓库提走鬼石。好，那先生点了点头，表情有些难看，艰难转身望向身前这个圆柱。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对一个天道下达指令，这也太他妈的疯狂了。他看了眼那枚蔽天鬼的牙齿，明明陈凡在密室里还说不知道这个牙齿有什么用，这才过了多久就想到该怎么用了。那句话果然说的没错，只要手持锤子，不愁没有钉子，世间万物皆是钉子。那先生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意识渐渐飘出，直至飘至这座圆柱天道意识深海处。熟悉的场景，一边无际的海洋，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这个天道的意识深海。他以一个俯瞰的视角俯瞰着这片海洋。上次总天道允许永夜大陆晋升之时就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他是在海上单膝跪着的。如今换了个视角，海面上空无一物，这也说明这个天道的意识彻底消散了。他有些紧张地伸出右掌，掌心有纹路在闪烁，那是刚才陈凡赋予他的权限。如今他要将这个权限赋予给这个天道。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微颤。天道律令：永夜大陆无名山后方反甲字3号仓，其除鬼石之数，当横守1亿之额。若仓廪空虚，无1枚之存，或所积不及艺术，即行补足，无石有缺，其所补之时，当取自无名山腹内长平珠库，依序调拨。凡战略储备之所藏，皆不可擅动分毫。调运之法，许以巨鬼为例，充搬运之劳，准乘梵域高铁往来，以利输送之速，令至即行，永为定式。天道律令，这句话是总天道的开场白，令至即行，永为定式。而当这句话落下的时候，指令便随之落下。这是他第一次说，难免有些紧张。正常来讲，这个天道是不会接受他的指令的。天道能分辨出他是不是总天道，但这个天道已经被磨灭了。下一刻，他看见空中出现100多个金色大字，凭空浮现在高空中，如流星一般坠入汪洋大海。那先生内心突然咯噔一下，他知道成了。这幅意象就意味着这个天道接受了他下达的指令和他传过去的权限。意识被磨灭的天道，只要有另外一个天道进入其意识深海，并且伪装成总天道下达指令，便能成功。他只感觉心脏在砰砰跳，前所未有的颤动。无名山原本存放在仓库内的巨鬼，突然在没有任何人操控的情况下走出仓库，并大步走向无名山仓库，从仓库里搬起鬼石，朝无名山后方走来。无名山后方，陈凡望向远处大步走来的数十头巨鬼，随后他才望向一旁的睁开双眼的那先生。我就说你可以做到的，感觉如何？感觉？那先生叹了一口气，感觉其实还挺独特的。这个程序可以终止了。我要挑选一个天道作为总枢纽，负责调度其他36个天道，而其他36个天道将会各司其职。接下来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可以让天道开口讲话吗？讲什么？随便，我试试。下一刻，面前圆柱里的一个天道，双眼无神的语气冰冷道：随便。声音清脆且没有一丝感情，很棒。陈凡再次笑了起来，在一众圆柱中走了一圈，挨个查看过后，将视线停留在了那个唯一的银色瞳孔天道。就你了，给你取个名字吧，就叫天书吧。接下来我要给他下达一段指令。身为天书，作为总调度天道，主要负责调度其余天道，进行不同天道之间的调度运转。其次，拥有操控梵域所有成员身份令牌的权限，可实时定位传音。接下来是第2个天道，第2个天道命名为2号天道，拥有永夜大陆所有高铁的权限，主要负责鸣声。陈凡的声音在无名山后方空旷地带不断响起，直至天黑，他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已经给13个天道都设置了具体的程序和指令，剩下的天道暂且保留，他还没想好。而这13个天道已经极大程度地让永夜大陆进入了半自动化时代，并不是实时的提升战力，但价值却极大。做完这一切后，那先生面色认真地望向陈凡，一字一句道：陈凡，你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大陆之主，你也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天道。两人对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都看见了彼此眼里一团火焰在燃烧。或许终有一日，梵域也能走到那尽头，笑看众生。接下来近10日，梵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直至这一天，陈凡收到了鬼皇95兴奋的传音：护翼大陆成功在战争泥潭里生存超过30日，此时正在返程的路上，预计还有10日便可返程。而伴随着鬼皇95返程，也意味着梵域晋升3级大陆的这场战役正式落幕，终于要回家了。护翼大陆岸边，95站在沙滩上，望向身后渐渐远去的战争泥潭，长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一直紧绷的神经，在离开战争泥潭的时候，瞬间松了下来，毫无形象地躺了下来。
来，四肢大开。1个月啊，战争泥潭那么危险的地方，护翼大陆足足生存了1个月，如今终于可以回家了。下次再来战争泥潭，应该就是跟着狱主一起来了。九五嘟囔着，狱主这些日子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狱主赢了，恭喜大王可以回家了。军师站在一旁轻声道。九五停顿了许久后，将双手枕在脑海，咧嘴笑了起来，缓缓闭上双眼。向阳那小子已经很久没和我联系了，也不知道在干嘛呢。真的是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又是10天过去，距离天书部署在永夜大陆已经过去20天之久。这近1个月时间，樊玉依旧在按部就班的快速发展。按照狱主的计划，他们需要留在此处发育1年，然后再进军战争泥潭。这一日，九五归来了，护翼大陆重新停在了原先的位置，而九五也是屁颠屁颠的乘坐传送阵来到无名山。九五已经很久没来过永夜大陆了，此时在瘸猴的带路下，他满脸感慨道。九五望向眼前的樊城，很久以前，江北还是一片荒原，如今一眼望去，便能感受到其中的繁华。向阳呢？九五扫了眼四周，有些疑惑。他本以为向阳在永夜大陆等着他了，但怎么左右看了眼却没看见。狱主在里面等着你了。瘸猴将九五领到参谋阁前，九五走进参谋阁，望向坐在参谋阁内主位上的狱主王奎等一众人，呼吸下意识停滞，有些小声道。狱主，我回来了。他本来以为推开门后会是庆功宴呢，但推开门后，大家都正襟危坐，让他不免有些微微紧张。陈凡轻点了下头，示意鬼皇九五入座，随后望向另一侧空白墙壁。下一刻，这幅空白墙壁上突然浮现出一幅俯瞰画面，那是战争最初的画面，一座荒族大陆和一座企业人大陆正朝永夜大陆包夹而来。陈凡尽量言简意赅，将向阳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九五。片刻后，一旁的瘸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了上去。九五呆呆的望向手里的这封书信，上面的字迹确实是向阳的字迹。向阳死了。片刻后，九五离开了参谋阁，浑浑噩噩地回到了护翼大陆，第一时间走到一处黑渊前，尝试复活向阳。然而灵魂深处却闪过一行字：复活肉虫鬼为特殊黑暗权柄，需提升种族等级方可获得。复活失败，他是天生黑暗圣体，每次种族晋升都可以获得一个特殊黑暗权柄，这个权柄只有他拥有。军师沉默着没有讲话。肉虫鬼无法复活，王此前并不知晓。不知过去多久，浑浑噩噩地站在原地的九五起身后，望向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望向身旁一直陪着自己的军师和心腹，有些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都散了吧，该睡觉了。随后他独自朝不远处的院落走去，那是他的院落。偌大的院落里有2张摇椅，西边一张，东边一张。西边那张是他的，东边那张是向阳的。以前他无事时便会和向阳躺在摇椅上看日报、聊天、喝茶，而以后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他再次躺在摇椅上，望向手里的那封信，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忍不住低声笑骂了起来。还能写这么长的一封信，文化可以啊，以前没看出来。最后他看到了向阳在信里说，将功劳记在他头上，而他也在繁育日报里看见了一行字：向阳出，蜀九五，麾下悍将，立百战，破命格，退凡鬼尊，成就恩，斩救我，血路铺天，向阳诀，燃命火，一瞬皆无。看着看着，他脑海里不知不觉浮现出向阳的声音：老大，我是肉虫鬼。这是他和向阳出时说的话。老大，你可是黑暗圣体，天生的黑暗王者，我们真的不单干嘛？樊玉有什么好的？这是在绝望大陆的时候，其实樊玉也还行。这是向杨正美滋滋欣赏樊玉发下来的衣服时，老大，我们这样一直躺下来，真的可以一直养老吗？这个天地间危机很多的。这是向阳躺在椅子上和他聊天时，老大，我去了。这是他下令让向阳去荒族大陆时，老大，我有点害怕。这是向阳在临终启动前时，天渐渐阴沉下来，夜风呼啸卷起地面上落下的树叶，在院落内低空打转。不知过了多久，眼眶泛红的九五突然咧嘴笑了起来，好样的，向阳没丢面。他内心一直知道向阳对樊玉并不忠诚，或者说在向阳心里，人类和鬼物是不应该待在一起的。在最后时刻，向阳并未选择背叛樊玉，而且立下了大功。倘若向阳未启动，他或许回来就看不见樊玉了。看着看着，他望向这封信里的最后一段话：我成不了王，也像不了羊，我只是个如野草般泛滥的肉虫鬼。眼眶忍不住愈加泛红，揉了揉眼睛，声音有些发涩的嘟囔着：臭小子，以前没发现你还喜欢搞这种东西。又过了很久，九五起身推开院落，屋外密密麻麻站满了大批鬼物，他的军师和10几个鬼皇心腹站在最前方，一双双带着担忧和不安的眼睛望向他。都堵在这里干什么？鬼皇九五咧嘴笑了起来，晃了晃手里的书信。现在暂时复活不了向阳，但以后可以。等以后我将向阳复活出来的时候，我再拿着这封书信狠狠取笑他。搞这种东西，肯定以为以后再也见不了面了。等下次见面，你们看我怎么嘲笑他就完了。行了，都散了，别堵在这里了。在遣散掉一众手下后，九五才重新回到院落里，躺在摇椅上，下意识看了眼身旁那张空无一人的摇椅，又望向手里这封被打湿的书信，正在原地许久后，才缓缓闭上双眼，呢喃着：向阳啊，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征战的，但我更不喜欢分别。等我，让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黑暗圣体都有什么用。等我将你从地狱拉回来，如果必须征战才能将向阳拉回来，他愿意如此。幸好他突然有些庆幸向阳的选择，让他能大大方方的难过。假如向阳背叛了樊玉，那故事走向就是另一个结局了。第二日天刚亮不久，樊玉无名山后方，陈凡正在给第14座天道添加新的指令。少爷，九五请求通过传送阵来永夜大陆，说要求见狱主，带他过来。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一时猜不到九五此趟前来的目的。很快，九五哼哧哼哧跟着瘸猴身后来到无名山后方，一路上对每个路过的樊玉成员都挥手打招呼：早上好，嘿，早上好。情绪极其外放，陈
陈凡眉头微微皱起，95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对，眼里没有一丝难过，反而格外兴奋。他记得向阳和95关系很好的吧？向阳死了，95这么开心的。狱主95在看见陈凡的第一时间大步跑来，声音中满是兴奋。樊玉变化真大，尤其你看这一根根摆放整齐的通天柱，看起来就气派。还有这些圆柱，圆柱里的这些人是，还有那个圆柱上面面色惨白、嘴唇乌青的人是谁？看起来状态有些不是很好啊。你等等，陈凡眉头皱起，打断了95。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我们要走出来了，不能因此情绪崩溃。毕竟我们活着的人要带着死去人的希望一直走下去。我没有情绪崩溃。95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坚定道：我昨晚想了一宿，都想明白了。首先，我不应该难过，这是向阳自己的选择，我替他感到骄傲。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知道了自己为何而死。他其实一直是有些自卑的，但我想，当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役中起到的作用后，或许会骄傲的尾巴翘到天去。我更开心的是，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但没有背叛我，也没有背叛樊玉。我没看错我兄弟。其次，以后可以复活他的，只是需要我种族等级再高一点，也就是4级种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4级种族，但黑暗圣体让我知道必须拥有新的黑暗权柄才能复活他。也就是说，我要征战，要带领种族走向更远，才能复活向阳。而要征战，95格自然是跟着樊玉身后的。所以，狱主，我们什么时候杀入战争泥潭？这样就可以早日复活向阳了。而且昨天我复盘了下本次战役，最后一场和漆黑大陆的战役，如果那时候我们95格在的话，就可以让鬼巢负责大部分工作，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伤亡了。陈凡站在原地，面色平静的并未讲话，只是默默看向95。樊玉最大的养老派开始主战了，你不养老了？养。95面色严肃的重重点头。对我来讲，养老是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带着兄弟们一个不少的大家一起养老。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望向95，突然笑了起来。一年后，樊玉正式进军战争泥潭。我相信，终有一日向阳会回来的，齐月也会回来，大禹也会回来，死去的人都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开一个极大的庆功宴，将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在得知向阳有可能复活后，他突然想到了大禹。倘若肉虫鬼都有可能复活，那守夜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复活？只不过是他如今做不到而已，只要再强一点就可以了。就这样，樊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按部就班的发育，直至到3月27日，战争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这片海域迎来了久违的安静，再无其他大陆来打扰。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战争泥潭其实都不用去。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独自一人站在崎岖岛上，望向齐月之墓，感受着咸湿的海风拂过身体。他觉得他并不贪婪，想要的很少，但就是那么一丁点东西，却不愿意留给他。与此同时，一座由不规则的立方体组成的高塔正在玄武平原有条不紊地打造着。这是樊玉的另一个杰作——9天引雷塔，利用天雷阵和暗风阴烛这件异宝为引雷塔充能。随后，雷电通过铜管传输到通天柱。这一日，9天引雷塔正式建成，并且即将进行第一次试验性启动。在众人的注视下，天雷阵和异宝的碰撞，诞生出了第一道袖珍银色闪电。紧接着，塔身上的一个个立方体空间被不断点亮，直至第100层。这个最高的密封空间，近乎一瞬间被银色光芒吞没。然后，银色闪电在塔顶炸开，被早就等在那里的谢雷铜管接住，沿着铜管朝无名山的方向涌去。下一刻，银色闪电抵达导弹储备基地，银色闪电从谢雷铜管的末端涌出，然后通过一根根散开的铜管，涌向各个通天柱为他们充能。片刻后，陈凡眼里带着笑意，轻声道：“成功了。”正常来讲，樊玉想要充能一根1级通天柱，在正常雨季或者是用异宝引雷的情况下，需要3日。如今共耗时1个时辰，速度比之前提升了36倍。陈凡走在导弹储备基地内，终于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这个9天引雷塔会让他在1年后前往战争泥潭中，拥有足够的底蕴。原本1年的时间来10级通天柱都不够储备的，现在看来28级通天柱都够了。通天柱消耗的不仅仅是鬼石，还有时间，这是一个势力的底蕴体现。一旦耗尽，短时间内是无法快速填补的。而如今，樊玉用了填补这个空间的手段。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试验完美成功，9天引雷塔完美落幕。”下一刻，震耳欲聋的声音在玄武平原上空猛地响起：“永业新历04年4月5日，战略级工程9天引雷塔成功完工，并于当日正式投入使用。该工程牵头负责人参谋阁副阁主陈9天，正阁阁主张千秋。”而这一日，樊玉日报上出现最多的名字便是陈9天。与此同时，在战争泥潭深处，一座大陆深处的会议室书桌前，桌面上正摆放着无数份材料，隐约能看见不少稀稀散散的樊玉2字。而此时坐在这张书桌前的一个男人，正面无表情地望向手中的这封信。论屠神战役中陈9天的重要性，他们大陆虽身处战争泥潭，但对外界海域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一无所知。最近，他最关心的便是前段时间的那场战役，他将其命名屠神战役，寓意着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战役。樊玉以刚晋升至3级大陆的势力，硬抗7座老牌3级大陆，并且悉数歼灭，其暴露出的实力不可谓不恐怖。尽管详细的战争过程他并未拿到，他不是非常清楚樊玉是怎么取得最终胜利的，但手里这张一个手下的想法，他觉得很有意思。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樊玉拥有某种隐藏通天柱威力的手段，可以绕过和平雕塑的探测。这个手段便是来自于这个叫陈9天的年轻人，一个21岁的年轻人，隶属于樊玉参谋阁，并无一官半职，或许可以尝试挖过来。中年男人坐在书桌前，望向手中陈9天这3个字，面无表情地沉默着，久久不语。良久后才轻声道：“黑棋。”话音刚落，屋内角落便有隐隐出声响应。
我在。我们大陆暂时无法离开战争泥潭，但可以派点人去梵域一趟，和那个陈九天试探性的接触下，看看是什么态度。能挖过来最好，挖不过来也别暴露我们的身份。梵域迟早要进入我们所在的战争泥潭，尽量不要和其为敌。是。阴影领命退去，而中年男人则是沉默了许久后，才长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呢喃着：最近真是越来越乱了，必须进展得快点了。时间不知不觉来到永业新历04年10月1日初秋，陈凡走在无名山内的石子铺设的路面上，感受着秋风袭来，带着瘸猴几人朝不远处的无名山后方的异兽培养屋走去。偌大的屋子前，药王谷的人正围在附近，而魏魏则是带着扣扣趴在屋前，有些紧张的不断拍着尾巴。陈凡看着这幅画面，总觉得极其古怪。以前只有魏魏一个人喜欢拍尾巴，后来多了扣扣，现在看起来好像又要多一个了。今天是魏魏父母生产的日子，不容易啊，终于生了。少爷，名字想好了吗？陈凡陷入沉思，当初给扣扣取名是取了魏魏2字的偏旁，谐音口口。给这个即将诞生的吞天鳄取名，他下意识就要取魏魏2字的另外一部分魏魏，但好像有些和魏魏重复了。等等，他想到了。陈凡面色平静且淡然的轻声道：魏魏的这个第2个妹妹，经历如此之久才诞生，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就叫甜甜吧。瘸猴点了点头，并从身后周末手里接过一枚鬼石，这是他的战利品。而周末则是满脸难以置信的望向瘸猴，一炷香前，瘸猴和他打赌，说他能猜到少爷给这个新生吞天鳄取的名字叫什么，问他信不信。赌1枚6级鬼石，他自然是不信的，这怎么可能？他能明显看得出来狱主没有和瘸猴串通，一看就是临时思考出来的。可瘸猴到底是怎么精准猜到狱主会取甜甜这个名字的？下一刻，异兽培养屋的大门被推开，药王谷成员抱着一个刚睁开眼的吞天鳄幼崽走了出来。魏魏和扣扣则是第一时间围了上去，眼里满是新奇。而久违的魏魏父母也从异兽屋里走了出来。不生了，不生了，以后说什么也不生了，以后再碰老娘，老娘给你棍剁下来。小鳄完全没有刚生产后的疲惫，四肢健步如飞的朝无名山深处跑去。老婆，等等我！大鳄则是满脸焦急的跟在身后。刚生产完，不要乱跑啊！你干哈去啊？陈凡轻笑着望向眼前这一幕，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过了半晌后，才独自悄然离去。入秋了，参谋阁内人来人往，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快1年了，该吸收的资源基本已经全部吸收完毕。17座黑渊全部开采完毕，入库。计划用来吸收的大陆也被绝路机全部打碎，化作大陆本源融入永业大陆。通天柱的打造和铺设也在每日继续推进着。这片海域已经没什么资源了，再停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所以樊玉准备正式入军战争泥潭，既然要开战，就不打无准备之仗。故而这些日子参谋阁一直在谋划接下来的战事。陈九天阁主刚从食堂出来，盯着手里的牛皮纸埋头大步狂奔的陈九天听见耳边的声音，下意识抬头望去，不是别人，正是今年樊玉第3届春考的军策榜首，是个中年男人。今天上午你说的这几个目标，我吃饭的时候仔细看了看。走，进去说。狱主，无名山1号洞穴的石屋内，少秋站在屋内角落里低声道。这些日子，樊玉暗格找到了很多其他大陆派来的探子，都是来自于战争泥潭的势力。陈凡对此倒是没有过多意外，只是靠在椅背上轻笑着。樊玉尚未进入战争泥潭，但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势力在关注他。这件事他自然知道，这不是少秋第一次汇报。永业大陆是近乎封锁的状态下，想要安插探子，首先得过护阁的手。一个在护阁没有留下任何登记信息的人，突然出现在永业大陆上，很难不被发现。后来这些大陆换了种种手段，比如暗中勾结樊玉成员，但这个也极其困难，基本上勾结谁，立刻就被这个樊玉成员当成功劳上报，整的樊玉成员现在都在期待有没有人能勾结他，让自己能白捡个功劳。我知道了。陈凡在听完少秋的汇报后，才摆了摆，继续低头望向桌面上的鬼皮地图。打是肯定要打的，但从哪个角度切入战争泥潭，先打哪几家，如何尽快掠夺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还不因此犯众怒，从而被围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其实他最希望的是，现在有几个3级大陆从战争泥潭里出来找他。经过近1年的休养，永业大陆已经重新拥有了开战的底蕴，在战争泥潭外开战对他来讲，百利而无一弊，可进可退，还不用担心被围攻。但这些大陆虽然时不时的扔出一点探子出来，但也只是试探性的隔靴搔痒，一点实际性的手段都没有。就在这时，少秋去而复返，这次带回来了一封信。入战争泥潭，死滚可活。7星大陆。陈凡望向这封书信的一瞬间，甚至有些没忍住笑出了声，只是靠在椅背上，将手里这封信随意扔在桌子上。这封信10有8九不是这个7星大陆写的，而且大概率是7星大陆的仇人写的，这手段有点过于粗糙了。这就是公章的意义，你没盖公章，光写个名字，谁能信你啊？挥了挥手，让少秋离去后，许久后，陈凡才有些慵懒的伸了个懒腰，走出书房，朝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走去，开始今天的固定工作，继续打造通天柱，1根、2根、3根。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哼哧哼哧的如往常一样打造着传送阵，但下一刻，一道急促的声音从传音符里响起：狱主出事了！几乎刹那间，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停了那么一刹。陨落天穹，一望无际的平坦结界上，陈凡出现在一座传送阵上，身后跟着瘸猴、王奎、陈九天等人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商阁成员，将非洲落地，没有丝毫耽搁。街上几人继续朝前方疾驰而去。一炷香后，非洲停了下来，周围站着10几个商阁成员和后勤阁成员，以及一片废墟。就是这里，一个商阁小组长上前一步，快速汇报道：
我们在正常铺设天眼之眼的途中，发现了这处废墟。陈凡从非洲上走下来，望向这片大概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废墟，沉默着，久久不语。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繁育的，这意味着陨落天穹并不是他们繁育的专属领土。现在看来，还有别人。他低头望向那些散落在地面上的铜管，表面没有灰尘。陨落天穹连空气都没有，自然也没有灰尘，而农田里也没有任何鬼质，只有泥土。不知过去了多久，这里的建筑全都沦为了无主之物。他能看见面板10级农田，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农田里应该种植了一些类似于呼吸藤蔓的鬼质，负责在天外天提供氧气。10级农田让他微微松了口气，这说明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至少没有那么强，或者说至少没有那么财大气粗。而且看其余布置，这应该是一个前哨点。陈九天眉头紧皱，开口发问道：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拥有进入天外天的手段，便在天穹之上布下了大量的哨点，用于监视附近海域的其他势力动向。虽然没有灰尘，但通过农田里的痕迹，这里已经废弃很久，所以是这个势力迁移了，或者是沦陷了，有可能。陈凡点了点头，再次扫向四周，企图找到一点什么。既然是哨点，那肯定要有监测手段。陨落天穹的结界距离地面足足有2万公里，光靠肉眼那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彻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片刻后，狱主一个繁育成员快速从已经被拆成木板的木屋废墟里小跑过来，将一个类似于信箱之类的东西递了上来。建筑名称：信箱。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30级。建筑效果：能无视距离传输信息。放入信箱里的信可指定其出现在任意一个信箱，仅能附带传送少量物资，需安置在鬼火附近。陈凡眼睛微微眯起，望向这个信箱的面板，因为这个信箱已经是无主废弃之物了，鬼火基石都看不见了，这个信箱也早就无法真成功运作了，他才能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面板，但具体有什么满级效果，他还是看不见的。30级，这意味着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足足有5000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一座4级大陆。而几乎同一时间，陈九天也发现了不对。陈九天眉头紧皱，身为参谋阁，最主要的就是要熟悉繁育每一个建筑的效果，并将具体数据记在心里。此时在知晓了这个信箱功能后，几乎脱口而出：繁育如今的信号塔的传音范围普遍在100万公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了。倘若全都升至30级，将会有200万公里的通讯范围。传音符肯定是比信箱要好用的吧？为何不用传音符，而是要部署信箱？这个势力不可能没有信号塔，难道是此处距离这个势力大本营的距离已经超过了200万公里？谁会在200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建立哨塔？这种军事部署根本就是在浪费资源。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晃了晃信箱，里面有声响。从信箱背后打开并取出了一封信，信纸的材质不错，但或许是过去太久了，字迹已经变得极其模糊了，近乎一个字都看不清。信封里还装着一枚极其小巧的流影石。下一刻，流影石被激活。喂！一道极其清脆且兴奋的声音响彻在众人耳边。只见流影石在空中投影出一幅画面，一个身穿麻衣的男人正站在画面正中央，对着流影石不断摆手，眼里满是兴奋。老婆，我成功抵达天南278号站点了。在男人身后是数十号不断忙碌的人，在搭建木屋，在铺设铜管，显得极其忙碌。就是这个废墟原型，不过占地面积要更大。而在画面再往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建筑。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作业。画面中的男人继续兴奋道，现场看的观感是很震撼的，你绝对想象不到。下一刻，这台巨大的建筑开始启动了，表面的铜管开始被不断点亮，银白色的光芒不断散发出来。紧接着，伴随着结界微微颤动，一个巨大的钢制吊爪被钢索束住尾端，从这台巨大的建筑下方突过陨落天穹，一路向下。画面开始变大，这明显不是流影石的视线角度，而是钢制吊爪的视线角度。一炷香后，这个巨大的钢制吊爪穿过了数个云层，出现在一座陆地上空。他们甚至能清楚地看见这座大陆已经升起来保护罩。下一刻，在这个钢制吊爪接近地面1000米左右时，轰！钢制吊爪猛地张开，三爪弹开，几乎瞬间刺穿蔽天阵，深深扎至大陆中心的深处。弹射的速度很快，但这三爪明显都有单独的动力系统，开始不断继续深入。下一刻，整座大陆开始被极其粗暴的连根提起，海水从大陆边缘往下倾泻，砸进海面，激起环形的白色浪墙。与此同时，还能看见那钢索上那些正在泛着猩红光芒的阵纹，那些阵纹是他从未见过的。依稀还能看见有不少建筑从这座大陆边缘滑落，重重跌入海里。紧接着，在这座大陆被一路提升至距离陨落天穹结界只有数百米的时候，这座巨型建筑开始移动，就这样携带着这座大陆朝远处移动，全程持续时间极短，而且极其轻巧，就像是抓娃娃机一样，抓到一个娃娃，然后移开，画面结束。但陈九天几人全都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嘴唇微微发颤，一句话说不出来。这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碾压。梵域如今的底蕴远超寻常3级大陆，所储备的通天柱数量足足有数百万根。倘若以如今的底蕴再次经历年初那场战争，梵域不会如此狼狈。梵域所有人都认为，比梵域底蕴强的3级大陆应该不多，但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攻击前，他们想不到梵域该如何应对。通天柱那钢索和钢制吊爪的坚硬程度，完全无视了通天柱的轰炸。一座3级大陆不可能没有天眼通天柱，这意味着这钢爪甚至可以硬抗天眼通天柱。这就是4级大陆吗？陈九天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如果说之前他对4级大陆没有概念，那这一次他有了。对3级大陆可以说完全碾压，而且对于这座4级大陆来讲，这次甚至根本算不上是军事行动，派来的也只是一群执行后勤的而已，就是简简单单的带回去一座大陆。或许是为了提炼
炼大陆本源，又或许是有其他可能。总之就是带回去了一座大陆，天南278号站点，也就是说，这里很有可能是这座4级大陆所抓走的第278个大陆，甚至要更多。暂停铺设天眼之眼，陈凡下达了这个指令后，才转身向身后走去。他需要去问下问天灵。无名山有一个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人类在这个建筑前面像蚂蚁一样渺小，部署在陨落天穹上，可放下一个巨大的钢制吊爪，并抓起一个大陆然后带走。这是什么建筑？陈凡站在1号洞穴前的城墙上，望向手里的问天灵。这是自创建筑，是更加复杂的玩法，也是4级大陆的主要玩法之一。在大陆晋升至4级大陆后，便可自创建筑，通过铜管、鬼火等基础建筑来制造出建筑。一旦制造出的建筑被天地认可，那这座建筑便会被天地证明。而很多4级大陆也会将自己的自创建筑放置在蓝图市场上出售。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建筑，根据搜索，在蓝图市场上成功找到了这个建筑的对应信息。建筑名称：西西一西西。建筑效果：可部署在陨落天穹，并抓取大陆。建筑蓝图售价：资源互换，不要鬼石。具体面议：出售卖家5级大陆、西西大陆。每一个自创建筑都是耗费了大量的心神，天地会保护这种创造，故而任何一个购买了蓝图的大陆都可以按照蓝图制造这种建筑，但蓝图无法外传，也不会泄露。其他大陆要是也想要这种建筑，只有2个办法，一个是独立研发，另一个是购买。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梵域的9天引雷塔就是很不错的自创建筑，只要晋升至4级大陆，这个建筑便会得到天地认可，成为自创建筑，也可以挂在蓝图市场上出售了。对了，再提一嘴，9天引雷塔所生成的袖珍银色闪电有共识名字的，叫做银电，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能源。很多大型建筑的使用方式必须由银电来提供能源支撑，除非有大量10级鬼石，否则寻常鬼石是无法给这种大型建筑提供能源支撑的。故而当永夜大陆晋升至4级大陆，也可以拥有第一座自创建筑。还有一嘴要提，尽量不要出售这种高价值的自创建筑，放在蓝图市场上出售，性价比是很低的，除非真的遇见了很难的危机，必须卖家底渡过难关。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问天灵，所以这个建筑为什么要叫西西一西西？这个具体得询问西西大陆之主了，我猜测可能和其大陆的名字有关，这样吗？他收起问天灵，随后他才走至一旁的传送阵，来到玄武平原上，望向那座占地面积巨大的9天引雷塔。这是梵域第一个自己搭建的大型建筑，只要晋升到4级大陆，这个建筑被天地认可成为自创建筑后，以后想要搭建第2个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直接根据蓝图一念打造就行。只是这个建筑的核心是引雷，这个要怎么处理？被认可为自创建筑后，这个建筑的蓝图会自带引雷这种精细操控的功能。只是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望向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9天引雷塔，看起来得先提前储备一些建筑方面的人才了。这样等到了4级大陆后，这些储备的人才便都可以用到了。未雨绸缪吗？梵域参谋阁内，陈凡正和王奎等人聚在这里，再次望向刘颖石的画面，并且将他刚才询问问天灵的消息共享出来。王奎，陈凡望向王奎，你去联系夏护阁阁主，让他将梵域第3届春考建筑科目的优秀考生档案都发给我，尤其是那种散发思维比较强的。其余人有什么想法都说说，想到什么说什么。这个意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梵域的计划，这意味着梵域需要更强的抵御，否则一旦这些危险波及到梵域，那梵域几乎没有任何还手能力。铜管，王奎第一个开口，这是我们遇见的第一座拥有铜管这个建筑的大陆，在此之前，无论是这片海域还是战争泥潭袭来的大陆，都没有铜管这个建筑，而这座大陆有。这意味着，要不是4级大陆所在的区域拥有更丰厚的资源，要不就是这座大陆的传承时间很久。陈凡轻点了下头，铜管是梵域的核心建筑之一，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梵域就是建设在铜管上的，而他们也早已默认将铜管当作是梵域的专属建筑。如今却出现了第2座拥有这个建筑的大陆，你说的这2个可能都有。这座西西大陆的传承时间至少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了。陈凡认真道，毕竟那个废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很有可能当时的西西大陆还是4级大陆。这么多年过去后，升至了5级大陆。就在这时，护阁新任阁主钱多多推门进来。狱主，这个中年男人神色恭敬的将一沓资料递给陈凡手里，这是本次梵域春考的所有考生档案。不过听说狱主想找那种思维比较开放的考生，我倒是有一个，叫钱小平。陈凡低头翻阅着手里的大量答案，头也没抬的开口道：哪呢？我没找到这个叫钱小平考生的档案。狱主，这批考生档案都是前来参加这次春考总考的。这个叫钱小平的考生并未通过民间初筛，因为他不是个建筑师，而想要参加梵域建筑春考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必须得是个建筑师。但这个人在民间有一定的名声，动手能力很强，是个很不错的木匠，而且在梵域私塾里帮助不少建筑师更好的参悟了蓝图，思维开放能力极强，这是他的私塾老师对他的评价。陈凡接过来钱多多递来的档案，档案上最后一句便是这个私塾老师对这个钱小平的评价：一个很优秀的后勤辅助人才，可惜不是建筑师，否则肯定会成为优秀的建筑师。建议收纳梵域
育后勤阁，如有机会给该学生一枚建筑师令，使其成为建筑师，该学生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樊玉如今正在大力发展，而这个过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尽心尽职，给出的评价也基本上都是真实评价，当之无愧老师之名，而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建筑师令，王奎，樊玉现在有建筑师令吗？共计168枚。他人呢？陈凡抬头望向钱多多，带他过来。他现在是樊玉后勤阁的一级成员，我已提前让他在参谋阁门外等候，这就让他进来。下一刻，参谋阁被推开，一个浑身满是木屑的年轻男人有些忐忑地走了进来，站在陈凡面前，声音有些发颤道：狱主，钱阁主给我引荐了你，说你对建筑兴趣极其浓厚，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观察能力和思维开放能力很强，但唯独不是建筑师。你的私塾老师对你的评价也很高，看一遍屏幕上的内容，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陈凡没有过多客套，直接在天眼之屏上快速重播了一遍刘颖时那个抓娃娃机启动的画面。原本还在忐忑的年轻男人，在看见这一幕后僵在了原地，眼里满是震撼，仿佛有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了。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玩。这是一座4级大陆西西大陆自创的建筑，说说你看出什么来了？年轻男人闻言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狱主，这个铜管里流淌的光芒和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流淌的光芒颜色基本一样，说明这个巨大建筑的驱动方式大概率是袖珍银色闪电，而这个建筑最顶部那个圆形区域应该便是储存能量的方式，而这种能量樊玉如今也没有很好的储存方式，都是在玄武平原引来后便顺着铜管运往无名山。陈凡面色平静地轻点了下头，这都是些极其寻常的东西，谁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樊玉确实没有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版本，这种级别的闪电极其难以储存，都是一直用，用完了就不引了，关闭9天引雷塔。但钱小平口风一转，这个西西大陆虽然做了很深的防盗痕迹，但还是能看见一点痕迹，比如那个用来储能的圆顶。狱主，你觉得它像不像通天柱的顶部？陈凡眉头轻挑，快速放大屏幕上的画面，是有点像。你的意思是？没错。钱小平有些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大量草图，我最近闲暇时刻恰好在研究这个课题，我发现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方式其实樊玉一直都有，那就是通天柱，用通天柱储备便可以，只要将通天柱加以改造，便可利用通天柱的顶部做一个储能罐。这个西西大陆大概率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但内部更精密的东西我暂时就看不出来了。继续，陈凡声音没有多少波动，但望向钱小平的眼神里却多了几分期待。还有没有什么发现？有。钱小平捡起所有草图后才急忙继续开口道：首先是那钢索，这个钢索是由数百个钢索缠绕在一起的，上面的阵纹我看不懂，材料我也看不懂，但这根钢索必须承重力极强，才能抓起整个大陆。最重要的是，这个建筑的三角沟并没有特别大，三角沟完全张开后也就上千米宽左右，这个体型相比一座大陆来讲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意味着，哪怕这个三角沟的拉力再强，钢索再硬，大概率也只是将整个大陆挖出一块土而已，不足以抓起整个大陆。这座大陆的硬度就不支撑完成这个动作，除非是特别硬的大陆。所以这个三角沟要想勾起整个大陆，就必须有一个动作，那就是延伸。你们看见这个画面，三角沟落地后，钩爪一直在颤抖，这个过程就是在延伸，将大量类似于脉络的东西发射到这座大陆的深处，然后类似于渔网一样，将这座大陆罩起来，再勾起来并调走。其实樊玉也可以做到。陈凡这回彻底来了兴趣，你说说樊玉怎么做到？在私塾的时候，老师说樊玉最近新增了一种轨值，叫做暗地脉根。这种轨值放入大陆后，会化作无数树木根系扎进大陆深处，稳固大陆板块结构的时候，大幅增强大陆硬度。倘若在3个沟爪上都放置一个暗地脉根，沟爪刺入大陆地表的时候，3个暗地脉根激活，便会有大量根系状脉络深处罩住整个大陆，并且因为稳固了大陆板块结构和增强硬度，也可以确保大陆能承受得住被吊起在空中以及高空托运。不过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暗地脉根身为轨值和建筑的融合激活性以及回收多次利用性，但手段是可以调试的，思路是大体不变的。就算没有暗地脉根，也得需要其他类似的手段，这样方可完成整个吊起运输一座大陆的工作。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这个从一开始的忐忑到现在开始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半晌后他忍不住轻笑了。挺好，但是研究建筑终究还得是个建筑师才行，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还是不太行。没关系的，狱主。钱小平有些沉不住气的急忙开口道：我可以为那些建筑师辅助，给他们提供灵感。他是真的想多接触一下建筑，虽然后勤阁也可以接触很多建筑，但终究不如待在建筑师身边接触的多。不用，王奎，待会儿给这小家伙拿一枚建筑师令。好嘞。王奎笑着应了下来，有些像是看晚辈一样的望着面前这个年轻男生，这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是。钱小平僵在原地，眼眶瞬间通红，双膝猛地一软跪了下来。狱主，老师和他说过，建筑师令这种东西极其稀有，每次面试都会哄抢。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拥有一枚建筑师令。陈凡上前一步，将钱小平搀扶起来，轻声笑着道：我相信你配得上这枚建筑师令。以及樊玉今日新立一阁，名为研发阁，后勤阁所登记的所有樊玉建筑师以后全都转至研发阁，并且正阁
后勤阁等部门需调动一些人手加入研发阁，一起辅助研发建筑。研发阁最大的任务就是研发建筑，而你钱小平从今日起担任研发阁代阁主，负责整个研发阁的管理和调动。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挑选人才和将你刚才那个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概念落地。当有了足够资历或者功绩后，正式转正。很快，研发阁的部门阁楼在无名山后方搭建起来。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眨眼间便来到了永业新历05年1月1日。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樊玉正式宣布一统的第5个年头，也是永业大陆准备正式进军战争泥潭的最后1个月。无名山内，王奎正带着自己的手下和天策及其手下聚在一起，最后一次清点樊玉的具体资源，准备应战。此趟战争泥潭将会是决定樊玉晋升至4级大陆前的最后一战。晋升4级大陆的条件，樊玉基本都满足了，就差在战争泥潭内的生存时间了，还差2000多天，靠硬抗过去肯定没戏，必须得掠夺。只要这一战打赢了，樊玉便将正式进入4级大陆的领域。与此同时，樊城的一座茶楼包厢内，2位陈凡正笑着端着茶壶给面前2个男人倒茶，远道而来，一路奔波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齐齐摇头，寒暄几句后，陈凡眼里满是笑意。在上次齐越战役中，还得多谢2位的出手相助，其实也没帮什么大忙。好猫急忙出声道：“我们也没筹到多少枚鬼石，而且战后狱主已经第一时间还给我们了，还是帮到了一点的。”陈凡并没有就此多少说什么，只是面色平静地从怀里掏出2枚大陆核心放在桌子上。你们2人的大陆所有隐藏天道赐福都已完成，且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也都已完成，就差大陆核心了吧？2人没有讲话，只是望向桌子上的那2枚大陆核心，呼吸渐渐急促。陈凡停顿了片刻。这1年内，樊玉不但在休养，还在这片海域里清除掉了所有天道鬼，掉落了2枚大陆核心。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的出手相助，他没有忘记，能有回报的地方，他从不会吝啬。给了2人一点时间后，他才继续道：“这2个大陆核心，2位带走，回去晋升3级大陆，以及1月后我会前往战争泥潭，寻求晋升4级大陆之契机。晋升4级大陆有3个方向，分别是战争大陆、和平大陆、后花园大陆。”樊玉已别无选择，只能晋升第1座大陆，但我希望2位的大陆能分别晋升至和平大陆以及后花园大陆。当然，晋升4级大陆的条件极其困难，但倘若永业大陆成功晋升至4级大陆，会帮助2位同样晋升至4级大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既然有3个方向，那3个方向他就都要。万一另外2个方向大陆会诞生什么独有建筑时，他也能从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身上获得，不至于去高价购买。他停顿了一下后，继续道：“晋升3级大陆后没有保护期，2位需要尽快发展。我会给2位留下一笔基础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每座大陆200天，这点时间足以让2位虽未进入战争泥潭，但面对其他从战争泥潭出来的3级大陆袭来时，也有一定的自保之力，至少可以撑到樊玉的支援到来。3年后，樊玉倘若一切正常，便已晋升至4级大陆。若出了什么意外，那我们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了。本次谈话遗忘便可，2位可自行决定大陆的未来发展。2位还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对视了一眼，齐齐起身，眼里满是兴奋且恭敬的抱拳低头，愿听陈狱主的一切调遣。说这话时，好猫的胸脯都忍不住快速起伏。他一开始出手支援樊玉是为了什么？就是想将樊玉快点送走，然后他想办法晋升至3级大陆。然而事情发展的有点意外，发展到现在，樊玉还没走，他便有机会晋升3级大陆。3级大陆那可是3级大陆啊！而撒哈拉大陆之主更是感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了。他单纯是因为跟好猫关系好，所以好猫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结果他也跟着沾了光。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大陆有一日能晋升至3级大陆。陈凡轻笑着望向2人，坐下吧。对了，陈狱主。好猫大陆突然有些迟疑，开口道：“倘若永业大陆前往战争泥潭，那樊玉旗下的稀有岛屿要怎么处置？我们可以负责看守，只是万一有强敌袭来，我们可能会守不住。樊玉如今名下只有1座崎岖岛了，其余4座在齐越战役中都被打沉了，这个还在考虑中。我先跟2位说说晋升3级大陆后需要面对的事情和需要注意的事项。2位回去后切莫忘了无名山后方研发阁。”短短数个月，钱小平的白头发便多了不少，少年白头远远望去少了几分英气，但身上却多了一种能配得上阁主之位的气质。此时正独自一人蹲在阁楼门前的空地上，手里握着木炭疯狂推演着，神情恍惚，宛如疯魔一般。又卡住了。陈凡不知从何处走来，站在钱小平身旁，低头望向地面上的草图，看起来像是通天柱顶端的横截面解剖图，还是无法储存吗？钱小平闻言下意识抬头，在看清来人后才急忙起身，语气有些沙哑，带着一丝愧疚，低声道：“还是不行。通天柱的顶端是可以储备银电，但没办法做到有序缓缓排出。无论是扎个小口，还是用什么办法，一旦发生泄漏，都会立刻发生爆炸。研发阁是在去年10月1日成立的，距离今天过去整整3个月，而这3个月内，研发阁主要研发的事项就是银电的存储，但3个月过去了，几乎一点进展都没有。这种强大的挫败感，令他这几个月来吃不好睡不好，满脑子都是愧对狱主的期望，可感觉自己不配坐在阁主之位。陈凡轻点了下头，别灰心，慢慢来。他拍了拍钱小平的肩膀，示意其放松下来。这3个月，他没催过研发阁的进度，今天专门来一趟，其实是想跟研发阁提一提崎岖岛的事情。他想着以樊玉如今的实力，肯定研
研发不出来西西一西西这个建筑，但能不能弄个小巧版的，这样就可以给崎岖岛吊在高空中，最好能吊回陨落天穹上空，这样他去战争泥潭征战也会更加安心。不然将崎岖岛放在这里，总会放心不下。现在看来，研发阁的进度比他想象的要更慢，这件事肯定是不行了，那就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案了。在离去前，他再次揉了揉钱小平的脑袋，慢慢来。研发阁如今的目的主要是磨合，不着急出什么成果。你的成就在未来，不在现在，不要逼自己，你要蓄势待发，知道吗？话音落下，10息过去了，20息过去了，乌鸦过去了。钱小平低头愣在原地，一句话没说，身体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反应，像是作画了一般，完全无视了身旁的狱主。半晌后，陈凡摸了摸鼻子，有些婉尊的嘟囔了一句：“算了，那啥，反正你要注意身体，我先走了。”小平不搭理他，这还是樊玉第一个人不搭理他的人。这些搞研发的都这么硬气吗？也就是他开明，换个大陆之主过来，这肯定是要动怒的。在陈凡走了许久后，僵在原地的钱小平才瞳孔中闪过一丝金光，整个人身体不受控制的快速发抖，嘴唇瞬间泛白的急促颤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狱主，就像你说的那样，必须要蓄势待发。银电不是普通能源，是给大型建筑功能的高级能源，不能像小溪一样缓缓流淌，必须得蓄势待发，大开大合。”他扫了眼四周，却发现狱主已经消失不见，脸颊上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便将这丝疑惑抛之脑后，快速朝身后研发阁冲去，同时大吼道：“天书，申请一根储满银电的通天柱，不，申请一根储满银电的28级通天柱。”而在另一边，崎岖岛大批后勤阁成员聚在这里，空中满是非洲，这座岛屿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陈凡也在这里，他在铺设玄天推进器，他有永夜领主面板，铺设玄天推进器要简单许多，无需钻入海底。正常来讲，玄天推进器都是铺设在岛屿边缘，用于提升推力的，而他这次则是铺设在岛屿正下方，同样是推力，但这个推力就不是横向提升推力了，而是准备升空了。他有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让研发阁弄个袖珍版的西西一西西，吊在2万公里的高空中给带走，现在看来不可能。别的不说，樊玉也压根没有2万公里的钢索，没这条件。那就另一个方案，将崎岖岛搬到永夜大陆上面。狱主陈九天从远处走来，手里拿着一个密密麻麻的草图。崎岖岛本身并不大，按照推力，约莫108个玄天推进器便可使其崎岖岛升空，但玄天推进器本身就很重，装满108个后，岛屿重量又会增加，所以我们需要一点辅助升力，大概600艘非洲就差不多了。陈凡低头望向陈九天手里递来的草纸，是的，他要将崎岖岛弄成一个浮空岛，打包带走。他是不可能在征战泥潭的过程中将崎岖岛放在这片海域的。好，他点了点头，望向远处正忙碌着的一众后勤阁成员。这个工程如果顺利完成的话，那对于樊玉来讲也是一个标志性工程了，而且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工程。第一座浮空岛，而且狱主陈九天有些兴奋道：“倘若以后我们资源足够，还可以给整个永夜大陆下方都装满玄天推进器，弄个悬空大陆。如今肯定不行，永夜大陆太重了，但等升至4级大陆乃至5级大陆，玄天推进器等级更高，动力更强后，说不定就可以了。到时候那就天下虽大，但大可去之了。”陈凡站在崎岖岛的边缘，陈九天的说法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现有手段无法支撑这个概念，但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概念，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实现的。很快，崎岖岛已经全部改造完毕，并且这几日早已在玄天推进器的推动下，来到了永夜大陆附近，临近西荒岛。樊城大量百姓都从城内走了出来，3、5成群的聚在海边，望向距离仅有数百米的那岛屿。108台玄天推进器已经在崎岖岛底部部署完毕，而在空中，600艘非洲悬停在崎岖岛上空，每一艘底部都拖着比寻常钢索粗了3倍的缆绳，缆绳末端连着嵌入岛体边缘的钢环。就在这时，绝猴走至陈凡身旁，并将一个旗帜递给陈凡。陈凡接过，望向眼前这一幕，缓缓吸了一口气后，才猛地挥起3、2。启动。在启动这2个字脱口而出后，天书就已经把指令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下一刻，部署在崎岖岛底部的108台玄天推进器同时点火，海水先是在岛底沸腾，然后炸开，白色的水雾从崎岖岛底部朝四周喷涌而出，整座岛被裹在一团不断膨胀的白色蒸汽里。蒸汽只持续了短短数息，便被推进器的尾焰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手段撕开。崎岖岛开始上升，岛底脱离海面，海水倒灌进崎岖岛离开后所诞生的空腔，发出沉闷的轰鸣声，轰隆隆，数百艘非洲的钢索在同一瞬间绷直，主牵引层的非洲全力向上拉，整座岛屿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升空。而目的地是让崎岖岛从江北入境，沿着预先划定的路线一路向内陆推进，目的地是江南的一处湖泊，坐落在湖泊中央。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抵达目标地点，下方湖边早已围满了繁育后勤人员，开始做接应准备工作。崎岖岛开始下降，下降要更加困难，必须要精准控制玄天推进器的动力减弱，一旦减少的过多，便会重重砸在地上，就算岛屿没裂也不好，这毕竟是齐越等人的安息之地。这个过程需要对玄天推进器的精准控制，而且需要精细到一丝一毫。它虽是打造者，但要想做到这一点，
还是有些困难的。不过有天书玄天推进器这个建筑，天书可以接管全线的。天书把下降速度分为10个阶段，每下降一段就重新计算一次所有推进器的推力配比。600艘非洲也在实时调整，确保导体保持绝对水平。第一阶段推力减弱，陈凡手里的传音符响起天书那没有感情且冰冷的男声。陈凡站在湖边，眉头轻挑望向这一幕，他突然真的很谢谢天命。如果没有天书，樊玉的很多计划都不能执行得如此顺利。终于，崎岖岛以一种极慢的速度砸进眼前湖泊，湖水缓缓溅起，水雾遮天蔽日，站在较远处都能感觉到一股凉意袭来。待水雾散去，崎岖岛已稳稳当当地坐落在了江南湖泊正中央，看起来就像是本该在那里一般。崎岖岛上的木群完好无损。下一刻，一道掌声在岸边响起，紧接着更加密集的掌声在岸边响起，所有人都兴奋地鼓掌庆祝本次施工完美落幕。每一次不可能的工程，都会让所有人对樊玉的凝聚力更浓一丝。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完成一件件不可能的任务时，凝聚力便会自然诞生。陈凡眼里带着笑意，拄着翡翠手杖望向眼前这一幕，挺好，这回去战争泥潭的时候就不担心崎岖岛的事情了，以后就安心住在这里就好了。然而，轰！就在这时，众人突然看见天边有一道巨大的蘑菇云升空了，那里是江北沙漠。所有人下意识僵在原地，紧接着几乎瞬间反应过来，有敌人袭来。所有人下意识有些茫然地望向陈凡。研发阁今日在江北沙漠阁有一项实验，调动了一根储满银电的28级通天柱，于刚才发生了爆炸，具体情况不明。钱小平阁主并未汇报具体情况，耳边响起了天书冰冷且不夹杂感情的声音。陈凡微微一愣，大步朝一旁传送阵走去。少爷，瘸猴急忙拉住陈凡。樊玉没有直通江北沙漠的传送阵，要做非洲。很快，一群人又浩浩荡荡的急促赶向江北沙漠。离去前，瘸猴有些面色复杂的回头看了眼崎岖岛。那钱小平要是死于这种爆炸，那别说崎岖岛了，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不过幸好，几人来到沙漠后，发现并没有伤亡。陈凡望向满脸灰烬赶来的钱小平，在看见对方眼里的兴奋后，眉头轻挑，难道真搞出来了什么东西？玉主成功了！钱小平有些兴奋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图纸，深吸了一口气后，才继续道：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在通天柱顶部戳一个小孔，使其储备的银电缓缓流淌出来，只是完全不可控，一旦戳破便会爆炸。原本已经完全卡在这里，但玉主你那句蓄势待发提醒了我，银电是一种极其稀有且高级的能源，主要用于给一些大型建筑功能，代替10级鬼石的存在。它是用来催动西西这种超大型建筑，不是用来点亮鬼火的，所以不应该开小孔，要开一个大孔。虽然流淌出来的银电依旧是狂暴的，但这就是银电的本质。高级能源的本质一定是狂暴的，这就像是想要掀起海浪，就不可能用小溪一样，它必须狂暴的奔跑起来才不会爆炸，一旦想要压抑，便会爆炸。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了片刻后才开口道：说结论，简单点，银电的储备已经被初步攻破了，储备的银电也可以用来使用，只是不能用来给通天柱再次充能，而是必须给一些大型建筑充能。一旦这个建筑对能源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接不住这股能源，便会发生爆炸。再直白一点，95无法和人类击掌，因为人类会死，承受不住，它只能和另一个鬼皇击掌。一直以来，我们的方向都是缩小95的力气，但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找一个能承受得住95力气的鬼皇。陈凡点了点头，他听明白了，就是樊玉暂时没有能用得到的这种能源的大型建筑。锤子有了，没钉子，那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王奎皱眉询问道。哦，那个啊，钱小平舔了下有些干燥的嘴角。我们在确认了这个结论后，进行实验，一开始很顺利，我们开了一个极大的孔，大量银电流淌出来，落在沙漠上。这个过程并未爆炸，一切顺利，但流淌在地面上的银电没有东西接收，温度快速升高，然后导致通天柱里尚未流淌出来的银电发生了爆炸。返程路上，瘸猴站在甲板上沉思了许久后，才迎着夜风皱眉道：少爷，我仔细捋了一捋，也就是说，研发阁成立3个月，仅仅是做到了在通天柱顶部开个大孔，而不是小孔。这件事对吗？那么多人力，那么多资源，3个月就换来了一个大孔。陈凡偏头望向瘸猴，随意道：你觉得没有意义？那倒不是。瘸猴挠了挠头。我只是觉得从小孔变成大孔这个事情也不难，需要3个月吗？那你这3月内怎么不开口？你要是开口能省很多资源。陈凡见瘸猴这副窘样，不由突然笑了起来。研发就是这样的，很多看似极其艰难的事情，其实就在一个小细节上，而这个小细节往往能卡很久。这是一个战略部门，短期内我不指望它有什么收益。实际上，钱小平的这个成果已经让我很惊讶了。这意味着我们一旦晋升4级大陆后，当其他4级大陆还在苦苦寻求能够支撑大型建筑的能源时，我们已经可以自己产出能源，并且掌握了如何利用。你觉得这点价值几何？说罢，他没再讲话，只是望向远处渐渐落下来的黄昏。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1个月后就要前往战争泥潭了。这一日，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又再次踏上了永业大陆，坐在樊城的茶楼包厢内。这是你的200天，这是你的。陈凡将自己的掌心放在2人肩膀上，意念一动，将永业大陆所拥有的在战争泥潭里的400天生存时间便转了过去。樊玉如今共有2521天，只要有3000天，便能将等级上限提到29级。他抬手打断了2人的感谢之语，直入正题。
你的任务比较重。他抬头望向撒哈拉大陆之主，好猫的目标是和平大陆，所以他的任务是1年内没有经历一次战争。倘若好猫大陆遇见什么敌人，你尽可能多帮衬帮衬，别让好猫大陆经历战争。而你的目标是后花园大陆，这个目标需要你3年内在大陆上拥有除鬼族外的种族数量大于等于20种。这个目标是极难完成的，只能说尽量，我也会帮你。但黑鬼大陆的鼹鼠族也是一种种族，所以你也需要保护黑鬼大陆。这3个任务内，后花园大陆应该是最难的了。这片海域只有2个种族，鼹鼠人类，想要凑够20个何其难。唯一能完成的方式就是永夜大陆在这3年内晋升至4级大陆，然后去了更广袤的世界，遇见更多种族。和诺亚方舟一般，一个种族带回来一个。明白。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重重点头，记下了樊玉所说的每一个字。樊玉基本上已经做到不能再做了，能做到这个份上，任谁来了都挑不出话来。行了，陈凡起身，这应该是我们短时间内最后一次见面了。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有好消息要告诉对方。祝2位顺利，也祝我顺利。一炷香后，陈凡通过传送阵来到永夜大陆某个极其不起眼的小乡村里。此时正值冬季，农闲时都在收拾准备过年了。陈凡就这样独自溜达着，溜达到一处院落前，推门而入，旁若无人的走至院内石桌前，自顾自地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完全无视了在院落里正边凉席的主人，轻笑道：“忙着呢。”院落里的老者点了点头。农闲时边点凉席，等夏天来了，能卖个好价钱，真不回来了。陈凡请抿了一口茶，说道：“参谋阁阁主职位一直给你留着呢。陈九天那小子最近可表现得越来越好了，你再不回来，你的阁主之位怕是保不住了。”陈九天万岁重复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后，也不由笑了起来，脸上的皱褶堆在一起。这个曾经跟在他身后问东问西的小家伙，如今也能独当一面了。只是万岁脸上的笑意渐渐消散，低头沉默了许久后，才声音有些沙哑道：“战阁重建的怎么样了？”“还不错。”陈凡轻声道。“周末从崎岖岛回来了，在周末的带领下，战阁又恢复到往常人口数量，负责永夜大陆的内部城池安防，很多年轻小伙子看起来很有活力。而樊玉已是成员的家属，樊玉都已经全部安顿好了，没有人骂你，也没有恨你，你不用担心这个。我不是担心有人骂我。”万岁摇了摇头，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了，停顿了片刻后又再次摇了摇头：“我已经很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这1年来，我弟种的还算不错，要尝尝吗？去年我自己亲手种的米。不了，本月底，樊玉将会前往战争泥潭。本次战役决定樊玉能否晋升至4级大陆。你的任何选择我都尊重，但战役开始时，所有信息会同步你一份。如果你看出了什么，我希望你能像上次一样传音给我。樊玉确实需要你的一点地气。还有，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这是公羊月前几个月递给我的，他希望由我转达给你。走了。说罢，陈凡没有过多停留，走出院落，并消失在后院的传送阵里。万岁坐在院落内，呆呆地望向狱主消失的方向，许久后才望向桌上的那封信，很厚，信很简短，只有几句话：“万岁阁主，我是公羊月，大家都不责怪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来。樊玉不能没有参谋阁阁主，你没错，错的是敌人。”而在这几句话的下方，是密密麻麻的签名，那些名字他都不认识，但他看出来了，那是战阁已是成员家属的签名。这是一封万人请愿书，请愿他重新出山。万岁低头望向信纸上这密密麻麻的签名，眼眶快速泛红。他抬头望向敞开的大门，半晌后，突然眼眶泛红，挤出一个有些难看的笑容。他不可能回去了。一个合格的参谋阁阁主需要绝对的冷静以及相对的冷血，如今他已经失去了这种特质。倘若还有一个场景需要战阁或者某个部门用命去填，他是不可能再下这个令了，下不去手，而这往往意味着延误了战机，机会转瞬而逝，错过了就再也没了。所以在看见这封信后，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彻底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与此同时，位于好猫大陆的一座城池人声鼎沸，附近大量人口赶来这座城池，有参加选拔的，但更多的是看热闹的。毕竟很多人对自己是什么情况还是知道的。这是樊玉为了吸纳更多人才主导的全海域人才选拔活动，只要选拔通过，还能加入樊玉，正式成为永夜大陆的一员。在城市之外临时搭建了一个场地，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已经经过一遍出筛的。钱小平正坐在高台上，按个询问每个前来选拔的百姓，思维散发性人才、管理型人才等等。很快，时间来到永夜新历05年1月28日，距离启程战争泥潭只有最后3日，而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海域人才选拔也已正式结束。狱主江北防线上，王奎站在黄昏下被西晒照着发亮的城墙上汇报道：本次全海域人才选拔共收纳了7万03892人，这些人除研发阁的人选外，其余人选都被分配在各个私属，进行初阶段的集体培训以及对樊玉文化价值的认可等基础工作。陈凡点了点头，眉头轻挑，倒是没想到才招这么点人。总共有10几个大陆参与本次的人才选拔，相当于每座大陆上才筛选出了几千人，这筛选力度比樊玉春考力度要大得多。去研发阁看看。入黄昏，研发阁依旧灯火通明，
远远能听见钱小平讲话的声音。靠近后，便看见钱小平站在研发阁门口，对着一众下方新加入梵域研发阁的成员讲话。钱小平看见了狱主，急忙一路小跑过来，并为陈凡介绍新加入研发阁的成员。不过让陈凡特别关注的是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如今正值冬季，他却穿着一个黑漆漆的背心和一个极其宽松的大短裤，在人群中极为扎眼。在看见陈凡望来后，这个壮汉咧嘴笑了起来，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巨大的铁锤，露出白花花的牙齿，瞬间身上那种压迫感少了不少，看起来变得好相处多了。他叫抱抱，这么大的壮汉取名取叠词啊，自己取的。这个我还没问。钱小平挠了挠头。他是个铁匠，以前在自己大陆负责打铁的，敲打出了一些很不错的玩意儿，是极其稀有的浴火者，不惧怕任何高温，因此成为了一名很优秀的铁匠。具体上限还没测试过，这个特性对于我们日后的研发也有很大的帮助。陈凡再次点了点头，也是人才。还有那位，钱小平指向抱抱脚边的一个极其矮小，像是小孩一样的女生。她叫甜心，是抱抱的亲妹妹，从小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无论是体型还是容颜就固定在了4、5岁的时候。这个女孩拥有言出法随的能力，比如说，抱抱，带着你妹妹甜心过来一趟。一炷香后，陈凡跟着钱小平来到无名山后方的研发阁实验基地，一根1级通天柱正矗立在地面。钱小平一路小跑至甜心身旁，掏出自己的身份令牌，将这根通天柱权限放给甜心，可以启动了。紧接着，只见这个抱着破旧布偶、长相甜美的女孩也并不怯场，只是清了清嗓，随后才举起手指，奶声奶气道：启动。下一刻，地面颤动，这根通天柱突然被启动，缓缓升至空中，外壳碎裂，喷射出橘红色的火焰，直入云霄。将这一幕全都收入眼底的陈凡，眼睛微微眯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但内心却掀起滔天骇浪。他从未见过的启动方式，简直匪夷所思。狱主钱小平一路再次小跑至陈凡身边，他的能力是可以为任何建筑下达指令，前提是拥有这个建筑的权限，以及这个建筑本身就有这个功能，比如定时一炷香后启动，又或是在升空一炷香后瞬爆，是特殊修行者天眷者。陈凡不由笑了起来，挺好。还有那边那个，看得出来钱小平对自己的选人很自豪。挨个介绍。不久后，陈凡离开了研发阁，拄着翡翠手杖回到1号洞穴。有了这批新的人才，梵域日后肯定能达到更高的高度。而在梵域无名山都在热闹的时候，永夜大陆某个偏僻的小乡村，一座院落的院门被轻飘飘开，吱呀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来。夜色下，站在院落里晾衣服的万岁听见身后传来的声音，并未第一时间回答，只是轻叹了一口气，面色复杂的缓缓开口道：“狱主，你还能记住我，我很感激，但我心意已决。”如今，他转身望向身后人，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来的人并不是狱主，而是那先生。万岁有些茫然，他自然认识眼前这位永夜大陆的天道，怎么今夜突然找到他？好久不见啊，万岁！下次还没看见人的时候，先别说话，万一说出什么不好的话就不好了。那先生快速走到院落的桌前，从怀里掏出纸和笔来，长话短说，我还急得去下一站，最近实在是有点忙啊。这封试卷写一下，我先走了。写完后你对着天空高喊我名字，我就来了。这是梵域下一届春考军测试题。万岁下意识捡起试卷，但很快便愣在原地。他第一次参加梵域军测春考时，只有1道题，如今10924道题，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去啊？那不是。那先生摇了摇头，你别管是什么，先做就行了，认真做。狱主专门叮嘱过，别乱写哈。没其他事了，你先忙，我先撤了。那先生转身朝院外走去，院门还未关闭，人便已消失在空中。时间飞逝，1个月时间转瞬即过，大战即将开始。梵域的一些基层成员可以放松了，但部分岗位的人却完全不敢松懈，进行着最后的校准。陈凡独自一人来到了导弹储备基地，站在夜色下，面色平静地望向这批他储备了1年的通天柱，安静肃穆且冰冷。该启动了，希望诸位做好了来自梵域底蕴全清的疯狂时刻。只是在前往战争泥潭的最后几日，暗格近乎所有成员都散在这片海域的所有大陆上，只为一件事情负责，那就是调查这次加入梵域的近8万成员的身世背景。不久后，一身素衣的少秋推门而入，抱拳行礼，沉声汇报道：梵域本次新收纳成员了73892人的身世背景全部调查完毕，其中研发阁所有成员背景均干净，暂无发现和战争泥潭那边的大陆有什么交集。但少秋停顿了一下后才继续道：剩下的人中有8个人和战争泥潭的大陆有交集。本次新招收的梵域成员一旦被录取，其家人都可一起进入永夜大陆。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其实是有家人的，但却以孤儿的身份加入梵域。而在这几日，他们的家人突然离开原住所前往新的城池，并且多了一笔数额较大的莫名鬼石。不过在进入永夜大陆之前，每个人都贴身搜查过了，并未发现传音符之类可以和外界联系的手段。要秘密清除吗？陈凡眼皮缓缓合上，靠在椅背上面无表情的陷入了沉默，指关节无意识的在桌面上轻扣着。
着，半晌后才轻声道：“不用，名单交给我，接下来我会让他们的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争取一些独处空间。你负责派人全天候暗中监视，找到他们和外界联系的方式。倘若他没发现这件事，那这个就是隐患；但既然他发现了，那这个就是后手。明白？”少秋点了点头，快速离去。在少秋走后，陈凡才睁开双眼，起身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战争泥潭这些大陆手是伸得真长啊！他还以为过去1年大家都忘记他了呢，看起来好像还是盯他盯得很紧。第2日，永业大陆一侧的旋天推进器被齐齐点亮，下一刻，整座大陆开始在海面上缓缓移动，目标战争泥潭，而恶意大陆则是紧紧跟在永业大陆身侧，目标同样是战争泥潭。另外一边，战争泥潭纷争几乎从不停止，但今日核心区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在最核心区域的一座小岛上，一场针对永业大陆的同盟会议正在展开。一个刚晋升3级大陆的势力，又掠夺了那么多大陆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这块肥肉那些战争泥潭的大陆之主已经盯了很久了。不过，除了清除樊玉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掠夺樊玉的所有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核心区域的这几座大陆实力基本都差不多，一直无法决出战争泥潭的王，决出最终的胜者。而永业大陆，一个充满机缘的大陆，一个极大可能拥有远古之宝的大陆，若是在这座大陆上夺得一些机缘，便可打破僵局，一举晋升4级大陆，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只不过，他们的一举一动却被站在天眼大屏前的陈凡悉数看在眼中。停火了！永业大陆，陈凡站在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的战争泥潭，俯瞰画面，轻挑了下眉。天眼之眼无法看清楚战争泥潭里的具体画面，但可以看见核心区域的那些大陆齐齐停火。在樊玉启程的那一刻，何一伟不言而喻。狱主一旁的陈九天快速讲解着这些日子参谋阁定好的作战计划。樊玉现有战争泥潭生存时间2121天，还差800多天，便能将等级限制突破到29级，突破到30级需要5000天。按照我们的第一计划，樊玉在进入战争泥潭后，会在边缘进行包头皮战术，快速掠夺一些弱小3级大陆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从而突破3000天，让等级上限突破至29级，尽可能不和核心区域的那些底蕴强大的3级大陆产生冲突，然后再徐徐图之。陈凡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后随意道：“这个计划取消。”陈九天微微一愣，虽然才注意到在天眼之屏上，核心区域的已经完全停火，并且有的大陆已经在朝战争泥潭边缘驶去，明显是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情况比他设想的要更糟糕一点，核心区域的势力已经达成了意见统一，明显准备在他们刚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就开战。包头皮战术肯定是用不了了，没有包的机会。万岁！陈凡突然在空旷的参谋阁里随意道：“你说说看呢？”下一刻，参谋阁里响起万岁那熟悉的沙哑声音：“乌合之众，核心区域的势力彼此征战数年，很难完全联手。若是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外敌压迫下，或许可以做到。但樊玉并不是那个强有力的外敌，这种情况下，稍微离间便可使这个联盟分崩离析。比如，根据监听到的消息，他们的目标之一是阻止樊玉成为战争泥潭的王，从而获取正统性。但实际上，樊玉根本不需要对外放出消息。樊玉早已吞噬了原始大陆的碎片，并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早已有了正统性。再放出话，樊玉无需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并愿意扶持一座大陆成为战争泥潭的王，联盟不攻自破。话音落下，陈九天满眼茫然地愣在原地。这个声音是阁主万岁的声音，阁主回来了吗？可为什么没见到人？只能听见声音传出，声音从哪发出的？好像是天眼之屏。陈凡轻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满意。别看了，樊玉第16号天道万岁永生版。前些日子，我派人去给万岁送去了一些试题，通过试题答案将万岁的思维提炼出来，喂给了16号天道，从而诞生了万岁永生版。基本上拥有万岁的思维方式，这是他的杰作之一。人才是很有用的，但人才终究会死，或者说人才终究会辞官不干了，这对于樊玉来讲就不是很好了。这个天道拥有最基础的思考能力，效果虽然不算特别强，但至少提出的建议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在解释完原理后，陈九天才有些懵逼地望向天眼之屏，听起来像是他的老师被炼化了，但总归是个好事。不知为何，在听见老师的声音后，他突然感觉心里有底了不少。狱主！就在这时，一旁的后勤阁成员小跑过来，递过来一张草纸，这是监听到的最新情报。挺好。他低头轻笑了起来。虽然樊玉如今储备的通天柱足够多，完全可以扛得住一波大规模的战争，但能少消耗点通天柱，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他抬头望向陈九天，挑眉道：“可以了，稍微夸大一点吧，还是要真实一点的。”明白。陈九天深吸了一口气后，重重点头，很快便传令下去。片刻后，陈凡再次望向天眼大屏上被天眼之眼所观测并放大的8个画面，忍不住轻笑了起来。传吧，消息都传回去，那批人估计又得开会了。狱主，后勤阁成员大步上前。我们监听到那个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又开始召集开会了。挺好，战争泥潭核心区域的一处岛屿，要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很简单，谁能占据这座岛屿1年，并且在此期间这个岛屿及周边没有战争诞生，占据这个岛屿的势力便是战争泥潭的王。这期间哪怕有一根通天柱向这个岛屿袭来，也得重新计时。这些年里，这座岛屿不知抗了多少根通天柱的洗礼，但也只有密密麻的弹坑，岛屿并未碎裂，颇为结实。而此时刚散掉的一群人又回来了。诸位，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面色有些难看的率先开口道：“我在樊玉的案子告诉我，樊
樊玉储备了30万亿枚鬼石，诸位对此有何看法？无人讲话，齐齐陷入沉默。30万亿枚鬼石，倘若樊玉真有这个数字，那不是他们对樊玉有什么看法，而是樊玉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在如此之大的鬼石底蕴碾压下，樊玉甚至不用任何战术，直接通天柱洗礼就行。战争泥潭里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能扛得住。会不会是假消息？彼岸族的鬼王嗤笑道：“你们知道30万亿枚鬼石是什么概念吗？不出意外的话，战争泥潭所有大陆加起来的底蕴都没这个数吧？虽然战争泥潭经常会诞生黑渊，但大家彼此征战，又能剩下多少底蕴呢？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案子被发现了，故意翻出来的假消息？没意义。”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皱眉道：“就算我的案子被发现了，难道樊玉觉得凭这个消息就能吓到我们？”哼，彼岸族的鬼王耸了耸肩，看起来确实吓到了，还吓得不轻。动脑子想想，从哪能搞这么多鬼石？天上掉下来的？我的案子说是击沉了一座远古鬼族大陆，从这座大陆上所获得的消息，我对远古鬼族大陆没什么了解，你们了解吗？下一刻，这个原本还在嗤笑的彼岸族鬼王突然沉默了，许久后才声音沙哑缓缓道：“我曾有幸见过一座远古鬼族大陆，其黑暗能量极其浓郁，确实会诞生大量黑渊，从而获得大量鬼石。但远古鬼族的实力极强，樊玉不可能为敌的，除非是刚重归还在沉睡的远古鬼族，处于最虚弱期。但远古鬼族大陆怎么会突然降临在永夜大陆附近？这不可能。远古鬼族大陆降临的地点都是……等等，被永夜大陆灭掉的那几座大陆是企业人大陆是吗？如果是企业人的话，他缓缓闭上眼睛，没再讲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有可能是真的。一直未开口，天赐大陆大陆之主缓缓开口道：“我们大陆有特殊的对外监测手段，在1年前，我监测到在永夜大陆附近有一座黑暗能量极其浓郁的大陆突然降临，那座大陆应该就是远古鬼族大陆了。而且我的案子告诉我，樊玉储备了近2000万根通天柱。”另一侧，一个老者也声音沙哑道：“我的案子也有消息传来，樊玉早就吸收了原始大陆的碎片，拥有了正统性，且大陆坚硬程度足够，本次进入战争泥潭，只差生存时间到5000天，便可晋升至4级大陆。”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30万亿枚鬼石，近2000万根通天柱，正统性，一个个消息砸下来，给他们砸得头晕眼花的。在众人沉默许久后，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那个光头男人才有些不甘的咬牙，一字一句道：“我们的案子好像是都在今日内赚回的消息是吗？我们先按兵不动，不做任何反应。假设樊玉是发现了我们的案子，对外放出虚假消息，企图瞒过我们，先做观察。倘若进入战争泥潭后，樊玉一直在边缘，那便是漏气，我们便扑上去围攻。倘若是毫无畏惧的直接驶入核心区域，那我们再谈其他。”众人对视了一眼，齐齐点头，都默认了这个建议。参谋阁内，陈凡正低头望向后勤阁成员送上来的最新监听消息，在岛屿上的会议内容听不见，只能等这些大陆之主回到自己大陆，通过传音符将命令传达下去的时候，他才能判断大概讲了什么。狱主陈九天走到陈凡身旁，那按照接下来的计划，我们在进入战争泥潭之前，需要先告诉战争泥潭的一众势力，我们无意争夺战争泥潭王的位置吗？预计10日后，我们便会抵达战争泥潭。当然不。陈凡摇了摇头，挑眉道：“战争机器的任务都没完成呢，这是晋升4级大陆的首要任务。战争机器晋升3级大陆后，累计发射100万根通天柱。上次的祈月战役里，樊玉总共扔出去了20万根左右的通天柱，还差80万根的缺口。也就说，无论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势力信还是不信他的说法，都得先轰一波，不然任务怎么完成？不过当然了，我们樊玉是礼仪之邦，讲究一个先礼后兵，本无心征战，实属天地逼迫。我们虽然使用通天柱，但我们行的和平之事，秉的是道义之心。在距离战争泥潭还有3、4天的时候，对战争泥潭放出消息，说投降者不杀，不投降的大陆挨个洗一遍。明白？陈九天咧嘴笑了起来，他喜欢这个作战计划。只是狱主，我们要怎么向战争泥潭里的势力传信？是要让95派人先进去，还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做起来，他一时还真想不到怎样才能更好的给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势力传信。这个你不用管。陈凡摇了摇头，我有我的手段。下意识间，他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一个建筑天道赐福效果。天道赐福效果，苍天有眼，天眼之眼可在云层书写信息布告天下，类似大陆晋升的天道通告意象。这个天眼之眼的天道赐福效果，他只用过一次，是他生日那天用这个传话，不但效果很好，逼格也有，侧面也可以证明他吹的牛皮真实性。陈凡笑了笑了，继续翻阅着手里的监听信息，希望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大陆会喜欢他的礼物。不过他说了个谎，那个战争泥潭的王他要的，不过不是给他要的，给95要的。95也得晋升至4级鬼族才行呢。10日后，永夜大陆一直启动的玄天推进器缓缓熄灭，到了前方便是战争泥潭。陈凡站在江北防线，远眺前方，靠近战争泥潭的海域，海水变得渐渐如墨一般漆黑，巨大雷雨风暴圈笼罩了整个战争泥潭。少爷，站在一旁的瘸猴低声道：“我们到了。”是啊，陈凡轻声重复着：“我们到了。”这不是樊玉最后一场战争，但对于樊玉来讲，却是极其重要的一战。这一战决定着樊玉能否顺利晋升至4级大陆。而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樊玉的底蕴准备的足够久，而对手也不是那种远古鬼族大陆那种夸张的敌人。他轻轻抹撒着手中的翡翠手杖，下一刻，
一幕幕巨大的文字毫无征兆的突然浮现在战争泥潭每座大陆的上空。他要告诉所有人，他梵玉来了。下一刻，战争泥潭的薄雾上空，云层开始扭曲搅动，朝同一个方向汇聚。战争泥潭里所有大陆上的人满眼骇然地望向头顶高空的异变，这种异变只有在大陆晋升的时候才能看到。难道是有终极天灾降临了？一时间，无数可能在人们心里泛慨。但很快，云层开始翻涌，渐渐浮现出第一行字：梵玉成原始一则，立正统于天地，素以礼仪自持。在看见这行字的瞬间，有人皱起了眉头。梵玉是个势力的名字，没听过啊？这又是哪来的庞然巨物？为何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在战争泥潭上空书写天道通道的存在？此前应该不是战争泥潭的势力才对。但岛屿上的一众人面色已经渐渐难看了起来，阴沉滴水。梵玉真的是一个从未去过战争泥潭的大陆吗？这种手段他们闻所未闻。紧接着，第二行字浮现出来：亲至泥潭，非为争雄，唯取生存时日，已经4级大陆。这句话出现的一瞬间，所有人明白了，想要晋升4级大陆，便需要正统性。而现在看来，梵玉应该是早已有了正统性，无心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只需要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即可。这事是好。岛屿上的一众人若有所思，这好像是在说不愿和他们为敌，希望和平相处，大家各玩各的。他们继续争夺王的位置，梵玉只想凑够时间。但很快，云层翻涌的下一行字推翻了这个猜想：现实者礼待而存，惧者兵临而亡。不是个玩个的，而是一起配合梵玉玩。不配合梵玉玩的，兵临而亡。简单直白，甚至没有任何客套话。这根本不是什么示好，而是赤裸裸的示威。有人慌了，有人冷笑，这意思是一个3级大陆想以一己之力挑衅整个战争泥潭，是不是有点过于嚣张了呢？但无论什么反应，所有人都在等下一行字：顺逆生死，诸君自裁。整个战争泥潭陷入极其诡异的寂静，没了。当这最后一行字落下来的时候，云层开始缓缓散去，那些金色文字一寸一寸的碎裂，重新化为白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云层散尽，天空恢复了平静，但战争泥潭近乎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是商议时间，给还是不给？梵玉的诉求很简单，他们上缴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即可。只是开什么玩笑，在战争泥潭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怎么可能轻易上缴？而在核心区域岛屿上的人全都齐齐陷入了沉默，无一人开口讲话。他们一直在等梵玉露怯，而梵玉给他们的答案好像是嚣张，再等等。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又是第一个开口，一字一句的缓缓道：梵玉没有固定时限，没有明确说明在几日前上缴生存时间，也没说上缴多少，全部上缴还是保留一点，说明梵玉其实也没指望我们会乖乖上缴，肯定会有下一步动作，且看他下一步如何做。战争泥潭，谨慎大陆，那个面色阴柔的年轻男人正站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云层上翻涌的字早已褪去，但他还是保持这个姿势，久久没有多余动作。不知过去了多久，才轻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低头苦笑了起来。梵玉第一次听见这个势力名字的时候，还在1年前。战争泥潭的所有企业人大陆连夜偷偷离开战争泥潭，最后在数万公里的海域上和梵玉交战。一番惨战之下，梵玉以出晋升3级大陆之手段，将来袭者尽数诛杀。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大陆有问题了，这肯定不是寻常的3级大陆。他还想过，若是永业大陆来战争泥潭，肯定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比如从战争泥潭边缘区域一路杀进来，成为核心区域新的一座底蕴大陆，然后大家彼此继续征战。只是他没想到，梵玉的行事风格要比他更狂一点。此处战争泥潭一直没出现一个能拥有绝对碾压其他势力、拥有绝对控场能力的势力，难道如今要有了？圣主，我们怎么行事？等他微微咬牙，他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交出生存时间，至少得让他看到一点什么。少爷，那我们接下来要开轰吗？不，陈凡摇了摇头，轻笑道：发酵一下，给他们一点反应时间。明日我们正式进入战争泥潭，再开启全覆盖打击模式。他抬头望向远处战争泥潭周围的雷雨风暴，在无人注意到的角落，他发射了一根1级通天柱，在即将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被风暴绞杀。通天柱无法从外界向战争泥潭进行打击，同理，内部的应该也不能对外界打击，这意味着他没办法在战争泥潭外围对战争泥潭内的所有大陆进行无差别覆盖打击。不过不打紧，进去打便可。原地休整1日，明日启程。一声令下，永业大陆开始原地休整，而他则是在绝侯的陪同下，单手背负在身后，远眺天边，眼里带着丝丝笑意。他已经开始期待4级大陆的日子了。自创建筑蓝图市场等一系列东西，那是一个崭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也不知道其他4级大陆都在做些什么，包括那个已经晋升至5级大陆的西西大陆。虽然未和这个大陆有过交集，但这个大陆留给他的阴影极大。他可不想让自己大陆在某一天突然被像抓娃娃一样抓走，必须变得更强，方能应对日后的一个个危机。永业大陆不起眼的某个乡村里，正坐在院落石桌前奋笔疾书的万岁，突然听见耳边有什么动静，下意识抬头，便看见那先生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身子前倾，低头望向他写的东西，还差最后一道。
万岁匆匆说了一句后，才继续低头沾了沾笔墨，很快长松了一口气，有些略微疲惫的将手里一摞摞极其厚重的牛皮纸递了过去。都在这里了，内先生，你10日前让我撰写的12000道关于军策，以永业大陆的为主题的试题已经全部书写完毕。话说，我们真的要为今年的考生出这么复杂的题吗？没有。内先生快速扫了一遍所有试题后，才将这些牛皮纸再次放在万岁的石桌上。是，些试题你都答一遍，答细一点。狱主要。万岁低头沉默了许久后，才突然起身，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我去找狱主，我不辞官了。他这话自然是气话，他不可能复官了，只是他觉得自己辞官后好像也没有轻松下来。如果你愿意回去参谋阁当阁主，那陈凡自然是会很开心的。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不用。万岁急忙伸手拦住内先生，叹了口气后无奈道：“我瞎说的。”内先生见状不由笑了起来，从怀里又掏了一纸文书，这是陈凡对你的最新任命，由我转达。陈凡说是否接取任命完全看你，你任何时刻均可带着这份文书去樊狱报道。万岁低头望向文书上的内容，微微一愣。狱主准备将所有私塾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教育部，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部长之位，享樊狱8级成员待遇，此后负责樊狱私塾教学事宜。狱主说，樊狱的私塾需要一个正规统一的管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有足够履历、足够才华、足够资历的人去做，他万岁当仁不让。万岁低头望向手里的文书，面色复杂的沉默了许久。狱主太了解他了，他不可能回参谋阁，在乡间种田的生活虽然轻松，但他并不适应。这些日子的不断答题出题，反而倒是让他找到了一丝久违的感觉。他想回樊狱，但樊狱没有合适他的位置。替我转告狱主，我会去的，我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好，内先生笑着摆了摆手，随时可以去，先答题，答完题叫我。随后才再次消失在原地。时间缓缓流逝，第2日，永业大陆的尾端沉寂了1日的玄天推进器再次点亮，宛如庞然巨物的永业大陆就这样缓缓钻入风暴区，一头扎进战争泥潭。数千道橘红色的火柱从大陆四周的海面下喷涌而出，永业大陆以巡航速度切入战争泥潭的风暴圈。风暴圈边缘的狂风和雷暴打在永业防线的城墙上，大陆没有丝毫晃动。经过原始大陆碎片、大陆异化2次黑暗科技以及暗地脉根和数座大陆本源的层层加固，永业大陆的坚硬程度早已超出了战争泥潭边缘风暴所能撼动的层级。很快，永业大陆便已正式来到战争泥潭这片3级大陆混战的区域。穿过风暴圈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见了战争泥潭的真面目。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远眺天边，视野尽头看不见一座大陆的影子。那就开始吧。他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城墙上轻声道：“大屏上，战争泥潭的海域图正在被天书一点一点的精确补全。那些薄雾对天眼之眼的干扰确实存在，但在樊玉进入战争泥潭后，这些干扰正在快速消失。很快便锁定了11个主要目标的精确坐标。这11座大陆分布在战争泥潭的核心区域，彼此之间的距离从数十里到数百里不等，正好形成一个松散的环形。这是在岛屿上开会的11座大陆，也是本次覆盖性打击的主要轰炸目标。第一轮瞄准77座3级大陆，进行全体覆盖性无差别打击。每座大陆投入1000根普通通天柱，其中夹杂着数根战略级通天柱。战略级通天柱的爆点选在一些开阔无人区域。陈九天望向天眼之屏的画面开始快速下来。本轮打击主要以威慑为主，要告诉所有大陆，樊玉能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的火力防空系统，不以杀伤为主要目标，以防彻底劫越，并时刻观察。若是紧紧的拦截，并未其他反应，便从打击目标中剔除；若是反击，便开始10倍资源重点打击。战略通天柱的落点将会是重要位置。第二轮核心区域的所有底蕴大陆，其中11座参与会议的底蕴大陆进行重点打击，剩余底蕴大陆进行普通打击。陈九天继续不断下令，而每一道命令落下，就有一批批通天柱开始升空。刹那间，无数根通天柱所爆发出极其密集的尾焰，将基地上方的天空撕成了碎片。这些通天柱以完全一致的轨迹升入高空，在空中完成转向，然后朝战争泥潭深处激射而去。全体注意，第3轮打击开始，第1轮还手的坐标及第2轮还手坐标进行无差别覆盖打击。陈九天的声音再次响起，极其冰冷。话音落下，导弹储备基地里数以万计的通天柱同时亮起了充能完毕的纹路，那些纹路从顶端往下蔓延，很快整片基地变得像一座正在燃烧的城市。然后他们开始升空。核心区域仅剩大陆上，一个年轻阴柔男人正在原地焦急踱步。他已收到消息，樊玉已经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在想要不要先限点生存时间过去，但这样会不会显得他太怂，有点丢人啊。圣主，他的心腹跑到男人面前快速汇报，目前为止樊玉还没有任何动静。这个阴柔男人闻言稍微安心了一点，有些不确定道：难道樊玉正如他所说的是个礼仪之邦，不会轻易造成杀戮，以德服人？如果真是礼仪之邦，话音未落，一道道巨大的爆炸声在谨慎大陆上空不断响起。与此同时，旁边的屏幕上也快速浮现出阵阵警告。樊玉发射了数千根能量等级为1级的普通通天柱，目标是我方本土。警告！警告！能量等级检测疑似有，正在高代价拦截。那一道道邦的声音，正是谨慎大陆的拦截成功所爆炸的声音。男人微微一愣，忍不住疯狂的怒骂了起来：疯了！提前预警了，都他妈拦截成功了，你才是警！但很快他才想起来，自己完全屏蔽了1级通天柱的示警和画面显示。他快速冲到一旁的屏幕上，重新开启1级通天柱的画面显示。下一刻，原本没有任何动静的地
看起来极其平静的战争泥潭的俯瞰画面，突然被无数猩红线条所覆盖，一道道猩红线条宛如鱼群般从边缘地区升空，呈扇形笼罩了整个战争泥潭。樊玉正在对战争泥潭所有大陆进行覆盖性无差别打击。虽然显示的是1级通天柱，但拦截所爆发出的威力，明显说明其中夹杂着不少战略级通天柱。这些战略级通天柱的能量等级被掩藏了。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几乎瞬间面色煞白，使得自己看起来变得更加阴柔，声音都在发颤。是这么个礼仪之邦啊！早说你这么棒，我早就懂礼仪了。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面色难看地望向天机屏上的画面，他此前都默认屏蔽了1级通天柱的预警和显示，毕竟没有意义。1级通天柱预警他干什么？这就导致他第一时间甚至没收到预警消息，等帮到自己头上才反应过来。樊玉可以隐藏通天柱的能量等级，这意味着可以将战略通天柱隐藏在大量普通通天柱里，无论是对预警还是对拦截的压力都极大。这个樊玉不一般，他有些肉痛地望向屏幕上升空拦截的通天柱，他们拦截必须得用战略通天柱拦截，否则一旦有一个隐藏在其中的战略通天柱炸开，都会造成不小损失。不用每个都拦截，只拦截那些轰向重要区域的通天柱。他快速下令，那些不重要的区域要是被战略通天柱轰了也就轰了吧，损失比用战略通天柱拦截小多了。樊玉参谋阁内，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天眼之屏，那宛如天女散花一般的猩红线条几乎在瞬间布满了整个屏幕，覆盖性无差别地轰炸了战争泥潭的77座大陆，但很快又停了下打击。招呼已经打过了，等回应吧。前3轮打击基本上没造成任何伤亡，都是以打招呼为主，相对柔和的手段。只有3座大陆回击，不过在被樊玉回应了更猛烈的10倍打击攻势后，也消停了下来，并未继续回击。狱主陈九天喉间微微滚动，开口了：“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虽然他很爽，但确实有点过于嚣张了。30万亿鬼石只是他们吹给外面听的，他们实际上只有2.4万亿枚鬼石左右，储备的通天柱也只有几百万个，其中大部分都是1级通天柱。这要是所有大陆都向樊玉发起反击，那樊玉是肯定顶不住的。越嚣张越安全。”陈凡眼睛紧盯着天眼之屏上战争泥潭里各个大陆的实时动向。我们无差别打击了战争泥潭的所有大陆，看似嚣张，但反而却站在了绝对安全的位置。这个时候大概率不会有大陆主动向我们发起打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挨打了，凭什么我去当出头鸟？而我们接下来在核心区域只要找几个头铁的大陆，进行不计代价的快速打击，一锤定音，事态便会像我们想的那样去发展下去。你看，陈凡笑着指了指天眼之屏上一众陷入寂静的大陆，场面不是变得安静许多吗？一炷香后，陈凡在天眼之屏上扫了半天后，最后将视线锁定在彼岸族上核心区域的一个鬼族势力，轻声笑着道：“招呼打完了，接下来该开始挨个敬酒了，给他上点压力吧。”下一刻，天地变动，云层翻涌，一行行字在如幕布般的云层上浮现了出来，请彼岸族的王前往樊玉上角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一炷香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一行行字出现在了所有大陆的上空，无数人都看见了这一行行字，一时间，所有人都下意识望向彼岸族的方向，等待着彼岸族做出反应。另一边，彼岸大陆这个3级鬼族所寄居的岛屿上，彼岸族的王正面色阴沉地抬头望向头顶的那一行，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樊玉压根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他开始快速联系核心区域的其他大陆，联系前不久还和他们一起在岛屿上商议讨伐樊玉的大陆之主，只是无人回应。眨眼间，一炷香过去了，既然樊玉要打，那就打。恼羞成怒的彼岸族的王大手一挥，全军听令。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猛地偏头望向远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通天柱近乎入海高空，无数道炽热白光正在飞速划破天际，如漫天流星般朝他砸来。荆棘鬼上前，他面色瞬间煞白的下令，鬼巢位于岸边的无数荆棘鬼开始酝酿准备起来。只是他所储备的荆棘鬼数量，在如此之多的通天柱面前，显得如此可怜。一时间，30多万根通天柱将整个彼岸大陆都包裹了进去，如不要钱般的疯狂砸下去，近乎给彼岸大陆夷为平地。一炷香后，世界变得安静了下来。但战争泥潭的所有大陆之主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极其死寂的沉默。彼岸族这个位于战争泥潭核心区域3级鬼族没了，像是一只蚂蚁一样被轻松掐死。而对此最骇然的还是核心区域的其他3级底蕴大陆，这意味着樊玉要是想灭他们，也是如此轻松。别抖，别抖！谨慎大陆上站在会议室里的年轻阴柔男人，此时正不断敲向自己那疯狂发抖的大腿，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投了就行，打不了一点，这根本没法打，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看来樊玉的那些消息大概率是真的，如果没有30万亿枚鬼石的储备，谁敢这么打？直接给彼岸大陆都夷平了。就在这时，战争泥潭的上空中再次浮现出一行行字，请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前往樊玉上角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一炷香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几乎刹那间，他呼吸瞬间停滞。第二个就点到他了吗？不是应该先点那些战争泥潭核心区域准备商讨对付樊玉的势力？他可没参与会议啊。虽然他看不见其他大陆之主的神情，但在看见高空中这一行行字时，他就知道所有人的视线已经望向他了。就在这时，圣主不远处一个手下快速跑过来，语气急促道：“比特大陆那边有急信传来，说只要我们谨慎大陆敢迎战，他们立马跟上，并且他正在劝说更多大陆之主一起跟上。”跟个屁啊！这个年轻阴柔男人顿时恼羞成怒道：“那么多根通天柱砸下来，谁去挡？你去挡！”下一刻，谨慎大陆上
空，一根根通天柱开始同时升空，最后在空中炸开，形成了2个大字：收到。说罢，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才有些焦急的大步朝一旁的非洲，朝樊玉飞速赶去。很好，谨慎大陆果然谨慎。樊玉参谋阁内，陈凡望向天眼之屏上的这一幕，不由咧嘴笑了起来。他之所以第2个选中谨慎大陆，就是因为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只要有了第1个人选择了上路，后面的人就会跟上。果不其然，没让他失望，谨慎大陆果然谨慎。接他过来吧。片刻后，谨慎大陆通过传送阵来到江北防线城墙上。这里是江北防线，介绍一下，我叫陈凡，樊玉之主，欢迎贵客上门参观。这个年轻阴柔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余光下意识扫过远处荒原上那密密麻麻的通天柱，才尽可能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在下李开心，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那个，我现在转你也行。陈凡不由笑了起来，将手臂伸了过去。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可以自由转出，方式也很简单，2座大陆的大陆之主肢体接触，且彼此心里都认可同意这笔交易，便可在天地见证下完成转出。下一刻到账了，永夜领主面板上弹出一条信息：丁，你收到来自谨慎大陆无偿赠予的1209天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在看见这条消息的瞬间，陈凡咧嘴笑了起来，甚至有些笑得合不拢嘴。战争泥潭核心实力果然不愧是底蕴3级大陆，有点东西。樊玉原本拥有2121天，在收到这笔转账后，直接来到3330天，也就是说等级上限在这一刻就突破了28级，来到29级，距离5000天就差一点点了。只要再凑够这点，他就是直接晋升4级大陆。届时就算这群人围起来打他也不惧，真的是一半。这个面色阴柔的李开心，生怕樊玉不相信一样，你可以去我大陆看看。中控建筑上显示的不可作假的数字，不用。陈凡笑着拍了拍李开心的肩膀，我信你，看见你第一眼我就觉得我们投缘。李开心点了点头，随后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不能给这些大陆太多反应的时间。下个目标，就在他思考之时，身旁的李开心突然开口：陈狱主，我斗胆提个建议，你点名比特大陆吧。说说，在樊玉尚未进入战争泥潭时，便是比特大陆主动组局邀请一众核心区域的3级大陆围攻樊玉，此后更是一直提议的领头者，在刚才还联系我说，只要我敢开战，他就帮我，而且他还在联系其他大陆。是吗？陈凡笑了起来，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能监听到的消息是很有限的，这个消息对他很重要，那就比特大陆了，先把这种喜欢跳的棘手家伙处理了。李开心长松了一口气，果然投降赢一半，说句不好听点，哪怕和樊玉打赢了，那所消耗的资源也肯定要大于那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赢了都亏，还不如投了呢。樊玉也就要了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你要给你不就完了？多大事儿，都哥们儿。陈凡笑呵呵地从李开心身上收回视线，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的天眼画面，望向那座比特大陆。就在这时，脑海深处响起声音：彼岸族被灭后，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自动划入永夜大陆。下一刻，樊玉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从3330天来到了4331天，彼岸族给他带来了1001天。挺好，陈凡笑了起来，轻轻摩挲着翡翠手杖。下一刻，战争泥潭上空云卷云舒，一行行字再次浮现：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已表态，成为樊玉的正式盟友。现在有请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前往樊玉上缴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时息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已经4331天了，再差一点，灭了比特大陆后，就差不多够5000天了。到时候再多消耗一点通天柱，就晋升至4级大陆了。现在他是吹牛皮，但等他4级大陆后，那就是真牛皮。陈狱主，李开心深吸了一口气后，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刚进入战争泥潭的3级大陆，实力如此之强的，还行吧？陈凡轻笑着没有讲话，他突然发现名气这个东西好像很有数的引人的名。倘若没有齐越战役和向阳战役这2场战役，彻底在这片海域打响樊玉的名声，他刚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也不会凭借简简单单的覆盖性打击就震慑住所有大陆。好了，时息到了。陈凡摆了摆手，对着传音符随意道：可以开火了。超规格火力打击，别给对方反抗的机会。时息，李开心微微一愣，随后再次抬头望向头顶那一行行字，这才发现这次的宣战书上留给比特大陆的时间并不是前2次的遗嘱项，而是时息，这是压根没打算给表态的机会。比特大陆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觉得可能不知道。比特大陆那个光头男人正面色阴晴不定地站在会议室，他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明明是围攻之局，大家一起围攻樊玉，但怎么发展成让樊玉挨个点？别急，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还有一炷香的思考时间。比特大陆是樊玉第3个点名的大陆，第2个被点名的已经投降了。若诺之辈，他联系了核心区域的所有3级大陆，但无人回信，大家都像是眼巴了。他就想不明白了，大家联手绝对有一战之力，为什么就突然鸦雀无声了呢？难道就要人樊玉那样剥夺他们这些人的血性呢？但事已至此，投降吧！几乎刹那间，他像是衰老了许多般，长叹一口气，有些疲惫道：先投降，给樊玉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然后再慢慢谋划。只要樊玉露出一丝破绽，我们……话音未落，会议室内的警报声便极其频繁的刺耳响起。他猛地睁开双眼，直接无数猩红线条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比特大陆。他猛地推开会议室的大门，踉踉跄跄的跑出去。只见远处大批炽热白光正在疾驰时，樊玉已发起了打击。这根本没到一炷香。就在此时，他才注意头顶上的那行字并不是一炷香，而是时息。该死，樊玉压根没打算给他回来。可凭什么如此？樊玉凭什么如此针对他？
但几乎瞬间他便想明白了，景盛大陆已经投降了，肯定是那家伙给他卖了。好，男人忍不住怒极反笑起来。既然你一点生路都不给我，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你不是想晋升4级大陆吗？老子让你这辈子晋升不了4级大陆。下一刻，大量爆炸声在头顶响起，无数根通天柱从比克大陆各个角落升空，开始进行精准拦截。而男人则是快速走到会议室外的一座雕塑，是一个盘膝钓鱼的老者铜像，手里的鱼竿距离地面上有几10公分。战争泥潭钓鱼佬。当男人走上前，并将手放在铜像表面上时，小友要买些什么吗？